全班49名同学穿越到神魔世界，他们本以为自己都是大地之资，不料刚到就被魔门全数劫掠而。不仅在运输中就死去大半，甚至就连我这个曾经的体育委员都差点横死当场。接着到了魔宗，校花就被魔门弟子拉入屋子，下一刻就被校花喂了一包不知名粉末。紧接着房内不但没了挣扎的声音，随后竟还传来一阵阵的笑声以及酥麻的喘息。然后校草也被魔女们拉入房间，不知过了多久，校草就在欲仙欲死中竟变成了一名女人。而我不但相貌平平，而且资质全无，就被分配成一名最低层的杂役。一个身着黑甲的凶人捧着名册，正在一一点着名。看着以前的校霸也早已没有了以前的威风，此时也是认真听着那黑甲凶人报出的名字。马老祖，你去猎师房报道，协助正式弟子做事。校霸闻言却是瑟瑟发抖，忽的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大人，您帮我换个地方，我做猪做狗都愿意，只要您不让我去制脂房、炼尸房、制皮房就好。大人，求您了。看来马老左这几天听到什么消息了？想好了。谢谢。此时黑甲凶人抬袖一甩，一道白影飞快掠出，美人已经一上一下的搭在了马老左的脑袋上，小手一转，马老左的脑袋也跟着旋了个圈，尸体倒地，转瞬就没了气。只见黑甲凶人抬手一收，那白衣美人化作了纸人，又飞回了他袖中。很快有老杂役从外走来，轻车熟路地搬着尸体，好似这种事情天天都在发生。而新杂役们却是目瞪口呆，面露恐惧。你们都听到了，他自己说要做猪做狗，我杀一只猪狗不过分吧？随口说完，黑甲凶人继续点名：宋岩到。你去制皮房协助正式弟子。马老左说只要不让他去制脂房、炼尸房、制皮房，怎么都好。很显然，这3个房的杂役有大凶险。可事到临头，宋岩也没有别的办法。是。随后给他一个木牌，写着宋岩杂役与皮影527。接着一个老杂役在前领路，带着他穿过这傀儡宗偌大的山头。然后在一处孤崖前停了下来，便看到了一排坐落在悬崖上的石室。陡然间，宋岩瞳孔紧缩，因为他看到了一个个透明的悬空棺材，那棺材中竟然有床有桌，还有椅子，赫然是一个个房子的造型。就在前面。宋岩手握令牌，硬着头皮往前而去。石屋里有不少杂役抬头看来，见是个男的，不少人低下了头，可女杂役们却还仰头打量着他。看到他相貌平平无奇后，又把头低了下去。而一名大眼睛妇人则是走了上来，亮了亮牌子：王姐，这边都是杂役带杂役，谁带谁都是自凭愿意，你跟着我吧。有劳王姐了。傀儡宗有仵作风、纸人风、皮影风、写诗风、机关风、奇毒风，每一风都会有很多杂役。我们制皮房则是属于皮影风的，每个月还会有许多任务清单发过来，如果没有完成任务，那么制皮最少的那一个人就会被处死。至于制皮，分为8个流程：选皮、浸皮、画稿、过稿、雕刻、敷彩、烘干、针线、缀结、缝合。王姐，那我们有机会成为正式弟子吗？有机会也没机会。为何？我们多是被劫掠来此之人，资质好的已被挑走了，来这里的都是资质不行的，但为防漏掉人才，他们每1周会派1名弟子前来教导入门引导之法。原来如此。王姐，悬崖上那些透明的屋子是什么？那是我们的住房，在这里想要活得久，天黑前必须入房，没到天亮绝对不要出来。王姐，这石屋有什么讲究吗？汪素素亲密地凑到他耳边：晚上告诉你。就在这时又传来动静，今天来的新人不少呀。而制皮房里顿时有2个男人走了出去，要那女子选一个。别看了，我来教你。他一边说着，一边取出个半成品的皮。我做一遍你看看，然后尝试着跟着我做。宋岩认真倾听着。想要活下来，就得先把眼前应付过去。宋岩从皮堆里取了张形状不规则的皮，以刮刀专注无比地刮了起来。皮越刮越薄，待其变得光滑透明，又匆匆按照样图画起了一种名为双头狼的画稿。待到画完，他拿给汪素素看了看，后者摇头。在画了第7次的时候，后者终于点了点头，接着取了小细针，小心无比地将图样描在了皮上。之后拿开画稿，以刻刀继续在描出的图案上雕刻起来，在后上色、烘干，再以针线缀合。姓名：宋岩，寿元56/16，天赋：鱼兽道果，境界：不入流，玄根：无可以寿元推演，功法：无可以寿元推演，法术：无可以寿元推演。注：鱼兽道果，天地万物皆有其寿，若惨遭横死，其寿未尽，犹存体肤之中，因果有报。你以刻刀助其重新定型，他以鱼兽回馈于你，如此两清。紧接着又是一条信息弹出：你汲取了1头赖驴剩余寿元10年，而寿元一栏的数据则是变成了66/16。一张驴皮帮我增寿10年，那如果是10张，岂不是100年？宋岩抬眼看着这只皮房内堆积如山的皮，忽的有了一点小兴奋。收拾一下，赶紧入房。可是还没吃饭。吃饭
你过来时是否服过一个黑色丹药？有，那是辟谷丹，一粒可抵3天饥饿。快走，如今入了秋，天色快暗了。若是暗了，没有入房，发生任何凶事都有可能。两人说话的功夫，整个制皮房已经有不少人动了。他们快速往悬崖边而去，然后到了那宛如透明棺椁的悬空屋舍，钻入其中。而宋妍注意到另一边似乎正在发生争吵，此时和他搭档的男人正要把那女子往自己屋里拉，但那女子却怎么都不肯。男人恨恨地骂了声，然后快速寻了个同样落单的男人，一同钻入了悬空屋。那女子然后挑了个未曾上锁的屋子，钻了进去。你也要自己找个屋子吗？宋妍摇了摇头，她紧跟着汪素素进了屋，一入屋便迅速扯着棕色毛毯，将各处拉挡了起来。在这里过，朝不保夕，谁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能行乐，时且行乐，莫要辜负活着的时光。所以呢？所以，小郎君还在等什么？走心还是走肾？如果换个环境，我肯定会乐意走肾，但现在却不行。对于这个世界，我都知道的极少。眼前女人虽然教导了我一些制皮的知识，但未必没有别的想法。王姐，我们说说话吧。你被劫来这里之前，小郎君到人家身上来吗？等咱们快快活活的好了之后，人家什么都告诉你。王姐，再给我一段时间，好吗？为什么？妇人直勾勾地盯向宋妍，显出几分迫不及待。宋妍目光忽地落定在床头桌上的一把小刀上，妇人的目光也紧随了过来。忽的两人同时飞快扑出，汪素素离床头近一把抓住了小刀，然而宋妍却紧接着上来，手臂一缠，把妇人手臂往后别着，将其手中的小刀迅速夺了下来。这是参加军训时教官衔着教导的小擒拿手。王姐，说说话吧。把刀放下说。宋妍然后放下了刀，往远处稍稍退了点。对吗？拿刀子做。为什么？因为刚刚汪素素实在没道理再来抢刀，两人本就没有什么仇恨。然而名为汪素素的妇人却再不回答。时间刚好了近乎1炷香时间。入秋之后，山中星雾开始变浓。一到晚上，你我须得轮流值守，用身子顶着门，以免出事。这也是义屋住两人的原因。王姐，星雾是什么？鬼雾又是什么？我们制皮房的石屋为什么只建了1层？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守上半夜。那王姐，既然气氛都这样了，你我守夜的时候都离彼此远点。行。守夜就是坐在阶梯最上，微弓身子，以背顶着门，没什么特别的，只要在门扉抖动时顶住就好。这种事我也不敢骗你，毕竟如果门开了，死的也不只是你。那王姐骗我什么了？突然没有任何征兆，宋妍听到了敲门声。外面是什么？男人困得要死，却不敢睡觉，不仅用刀子扎穿自己的手臂来提神，甚至背部还要顶着正剧烈晃动的门，为了阻止外面的东西进来。他已经10天没敢闭眼睡觉了。男人深知自己只要合眼，外面的家伙就会冲进来索命。然而就快挺到天亮的时候，男子终于扛不住了，接着外面的鬼物就扑到了他的身上，随后鬼骨戳入他的身体，紧接着鬼皮裹着人皮，然后其中的煞一个劲的往他身子里钻。无独有偶，旁边的屋子也正发生同样的事，不过这屋里却是2个人。换我来顶门。两人小心地擦肩而过。王姐，你还没回答我外面是什么？便宜你了，给你一些消息，再算上昨日我教导你那些知识，也算是补个善缘，省得你记恨我。山林多残骸，亦多残魂，累累残魂，磅礴成河，是为地煞。这地煞，尤其是在魔门区域更是多。这些物无孔不入，若是碰到残骸，哪怕是一块皮、一根骨头，都可能形成鬼物。我们制皮房的石屋为什么只建了1层？至于为何石屋是1层，那是因为1层更容易密封起来，以免石屋中的皮肤接触到星物，那就麻烦大了啊。对了，如果同屋一室的某个人想害另一个人，其实可以悄悄将门打开，然后将那个人推到门外，或者在屋里杀了，再抛尸到崖底。可若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之后，那人却也不会再有人和他同住一屋，毕竟谁都不是傻子。一夜过去，红雾消散，灰蒙蒙的世界迎来了曙光。宋妍，你现在可以把刀还给我，然后今晚你挑别的地方睡，你我之间今后如路人。王姐，你昨日到底想对我干什么？汪素素没再回答，宋妍将刀丢回了屋中。今后如路人。而就在这时，宋妍忽地看到远处2个黑点从悬崖上笔直地往上而来，他们胯下骑着的竟是怪异的皮影双头狼。俩弟子也不和杂役多啰嗦，迅速查看了下屋舍，然后很快拎出了7个已经疯了的杂役，甩出一辆皮影车，将7个疯了的杂役随手击杀，然后装上那车，
又翻山越岭的离去了。显然被鬼物攻击后会发疯。这才2天功夫，他亲眼见过的横死之人就已远超穿越前了。随后宋妍继续制皮，他很认真，只是花费2个时辰的功夫，他就完成了1张皮的制作。你汲取了一头普通野牛剩余寿元15年。当旁人休息下来时，他却继续取皮制作。你汲取了一头普通野狼剩余寿元8年。他扫了眼面板上的89%16的寿元。玄根应该是入门，也是潜力。功法显然是收获力量的方法，法术则是使用力量的技巧。宋妍开始了尝试。你投入1年寿元参悟玄根，玄根乃先天所成，想要后天培养，除非有大机缘，否则不可能。你不信这个邪，苦思冥想。第3天的时候，你进入悬空房，一个深夜的疏忽，使得你被鬼物敲开了大门，混乱的幽魂往你体内钻去，你疯了。天亮后，你迷迷糊糊的爬出了悬空房，坠崖而死。退回寿元362天。这算什么？忽的，他对寿元推演这4个字有了更深了解。这推演是看环境的，环境就是我如今所在的环境，我无法离开制皮房周边，且仅受地理和玄气因素影响。宋妍继续投入寿元。你投入1年寿元参悟玄根，天黑之时，你这一次并未进入悬空房，而是躺在制皮房，你被星雾包裹，一个个鬼物从外而来，一张张皮异化鬼物，他们都贴在你身上，混乱的幽魂往你体内钻去，你疯了，疯得格外厉害。你静静地躺在地上，你疯得难以想象。这一次寿元足足消耗了1年，宋妍有些懵，但还是继续投入。你投入了10年寿元参悟玄根，第9年，你参悟出了劣质鬼玄根。注：劣质鬼玄根可从鬼以及因鬼形成的地形天象环境中进行修行，修行方法需要功法。第10年，你一样画葫芦，但鬼物不再理你。这1年，你并未有任何进步。劣质鬼玄根。就在这时，一道温婉沉静的女声打破了宋妍的思绪。宋妍，你好。宋妍略一回忆，这是和他一批的新人。女子抬起牌子，显出齐瑶杂役，皮影265。你昨天和那个妇人入了屋，今天却分道扬镳了，为什么？因为我没肯和她躺在一张床上。你不喜欢女人？我只是不想在一无所知、周边尽是危险的情况下，被迫做那种事。看来你并没有丧失理智，自暴自弃。今早的情况我都已经看到了，所以我知道，在这里无论是谁想要一个人独自居住，那都是在赌命。我也看到那些跟别的男人入屋的女子，也大概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了。我不想那样，可我又必须找一个人共同守夜。我现在虽然已经可以一个人独处一室，甚至能开着门，但每晚都不打盹，必然引起魔门怀疑。我本来还在担心今晚怎么办呢。我坐你对面来，今晚一起。于是宋妍又是快速的制着皮，别做这么快，生手的。有一个杂役，手臂酸疼难言，未曾抓紧刀柄，以至于让刻刀割了手。然后呢？然后今天我就没有再看到他。看来若是因受伤而停下工作，那魔门不会等你恢复，而会直接将你处理掉。想到这里，宋妍放下刮刀，果然虎口处、剑鞘处都有一丝淡淡的酸疼感。多谢了。这一晚，他与齐瑶轮流守夜，倒是相安无事的很。如此时间一晃，便是过了3天。宋妍也换了身本地人的衣服，为了防止手掌受伤，宋妍将制作皮影的速度放到了每月1个，收获寿元31年。但奇怪的是，齐瑶却是咬着牙，在3天里做了5个皮影。为什么？想早点集够一点贡献，换点东西。这几日相处已经让2人对彼此有了基础的信任。那一日，我和汪素素待在屋里，汪素素几乎是扑上来要把我强行正法了，之后用刀相互对峙着到了白天。你说他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你对玄根一无所知吗？我倒是听过一点，玄根是人接触玄气的根本所在，没有这个就别想修行。也许那位汪素素就是杂玄根，她在以双修法门进行修炼，若能修炼有成，或许她就可以摆脱杂役身份。那我明日看看和她一同入屋的少年如何？我帮你看过了，精神不振，却痴缠在那汪素素身边。显然汪素素用贡献点换了不少东西，也许其中就有诸如痴心粉之类的。痴心粉？一种邪门药粉，将自己头发烧成粉末，混入粉中，再让目标闻到，目标就会让对用药之人心生爱意，想与他做那般的事。幸好那日我拿刀拿得快，要是慢上一小会儿，不小心汲取了那痴心粉，现在怕不是就走在成为药渣的路上。这些邪魔歪道，修炼无所不用其极，为祸苍生，真是恶。宋妍一听这话，顿时愣了下，说着齐瑶翻了个身，不再多言，但宋妍却不让他睡。这可是我了解这世界的大好机会啊！齐姐，说说玄根吧。于是宋妍就不停地说，齐瑶没想到这少年居然还有泼皮无赖的一面。中等玄根换作地玄根，除了双修，还能从玄石中汲取玄气而修行。那杂玄根的人无法从玄石汲取玄气吗？也能，但汲取效率极其低下，纯属浪费。上等玄根名为五行玄根，还能在一些特殊环境中汲取五行玄气进行修炼。再上就是传说中的玄根了，此玄根名为天玄根。这种玄根者，无论身处何处，
都能汲取灵气，简直就是妖孽中的妖孽。宋妍听了一圈都没听到鬼玄根，那些鬼物能修行吗？鬼玄根的地位其实和五行玄根差不多，我们这外面是星雾滚滚，任何活物在那儿都会被鬼物攻击，但却是鬼修炼的好地方。五行玄根修士能够强化其对应区域的法术，而鬼修却会异化那些普通法术，使得那些普通法术慢慢扭曲变异，而从而偏向幻术，吞噬这些比较恐怖的方面。没想到修玄界这么可怕。次日一早，一名面带凶器的玄袍弟子出现在了山头。我是来传功的弟子，之前测试玄根可能有漏，所以我是来进行2次测试的。你们一个个上来，触碰着玉简，得到内容后就去修炼吧。那杂役上前，手握玉简，睁开眼，眼中显出呆滞之色。第二个杂役很快上前，也晕了。轮到齐瑶时，齐瑶握着那玉简，并未晕眩，而是完整的汲取了过来。他经过观察，最快的也需要5、6息，所以他心中默数到了7，这才松了手。宋妍走回人群里，却见齐瑶惊诧地看着他，没看出来啊。宋妍将注意力定格在了功法之上。你投入了20年参悟削减版玄气引导术，收获了80缕煞玄。在第8年的时候，100缕煞玄成流沉入丹田，你踏入了炼玄境1层。你继续引导玄气。在第10年的时候，你改善了引导术，你领悟了完整版玄气引导术。面板上，宋妍的境界也是一跳，从不入流变成了炼玄境1层。当晚悬空房里，6面毛毯拉上之后，你要干什么？痒。哪儿痒？腿那里。从未见过这么坏的男人，趁着少女睡觉就往她被窝里钻，然后竟恬不知耻地对着少女提出非分之想。情窦未开的少女一时间不知所措，随后男人就开始对少女动手动脚。宋妍，我告诉你，你看了玄气引导术，我也看了，你知道的我也知道，所以你别想吸我的原因。那你就不想吸我阳元？不想。在这孤崖上没有玄石，没有丹药，而漏掉的弟子必然都只是劣质玄根。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在1年里修出1缕玄气，就只能靠双修。明日你搬出去吧，寻一个没有玄根资质的女子在一起就好了。那你呢？我一个人住。宋妍之所以做这些，就是要让自己搬出去。底层杂役连自己的生命都没保障，绝不会去想魔门可恨，也不太可能知道那许多关于玄根的知识，尤其是鬼玄根，跟他一起住迟早连累我。两人沉默一夜，在走出悬空房后便如路人，去了制皮房里也不做一处了。宋妍境界入了炼玄1层，刮着石台上的兽皮，手已经再没有疼痛感了。刮了一会儿，正待进行下一步，却看有个身材高挑的少女从远快速走来，而后面有个男人追着她。宋妍有点印象，是和她同一批来此的新杂役。宋哥，你现在是一个人吗？是。宋哥，我想和你一起，我还是雏儿，我没让别的男人碰到我。少女快速拿起杂役黑木牌，显出秋莲月杂役皮影517。为什么找我？昨日100余号人能够成功汲取那玉简里功法的就只有5个，宋哥你是其中之一，你将来是可能成为皮影峰正式弟子的。我没有资质，所以我想跟着你。我确实需要一个女人，否则1年之后我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能成功引导玄气。好的，你跟我一起住吧。而另一个男人急忙走开了，有成为正式弟子的资质，那就不是他们这些杂役能比的了。婊子，这不让我碰，现在主动去要让别的男人弄，原来是想用身子换个靠山罢了。这也就是我不用双修，若是换个别人，这少女不就是送上门的肥羊？坐吧，别落下今日的皮影进度。秋莲月取了兽皮和刮刀，一下一下的刮了起来。你汲取了1头灰驴剩余寿元9年。如果1年之后测试中我不是1缕，而是1拳的玄气，最大的可能就是我被当成小白鼠给解剖了。1年的时间之内必须搞到收敛气息的法术。午后却见10余个新杂役被送了过来，很快时间就到了傍晚。秋莲月就急忙靠了过来。我们挑间新屋子。走着走着，宋妍目光忽的一瞥，而齐瑶则正在少人的崖边老树后和一个男人在交谈什么。那男人正是今日被送来的新杂役。紧接着他们往悬空房而去，他似乎是感觉到有人注视，却没找到窥探他的那位。怎么了？没什么，先入屋再说。宋妍也进了悬空房，在挂上毛毯后，秋莲月凑近了，娇羞着来到宋妍身后，为她揉捏其肩膀和手臂来，摸摸索索的往下而去。不可描述五颜六色的事儿发生后，宋妍守夜去了，而秋莲月也终于睡了一个好觉。转眼就是1个月过去，1个月里，她收获了足452年寿元，寿元上限达到了508。汪素素则已经重新换了一个男人，之前的少年则是无声无息的消失了。这一日有皮影峰正式弟子到来，然后给制皮数达到30的弟子发了一块小玉牌，玉牌中既有贡献点，手握即可查看，若想使用贡献点，就去此处山脚。宋大哥，我这玉牌里也有1点贡献点，给你吧。大人，别人的玉牌我也能用吗？当然能用，我又没说这玉牌里既有名字。不过也别担心太多，白天的时候敢在我们皮影峰行凶的人还没出生呢，晚上嘛，你们都回到山顶了，自然无事。多谢。当回到悬空房与秋莲月嬉戏之后，
宋大哥，我被掳来之前其实是个双汇的大小姐，所以对于那位大人所说的方式有一点点了解。那里纵然是凡人，也都是穷凶极恶的盗匪，他们卖的货也都是打家劫舍抢来的，你去那儿一定要小心啊。知道了。次日一早，宋岩匆匆将今日份的皮影做完，然后来到制皮屋外。宋兄弟，这俩宋岩都认识，正是和他同一批的新杂役。宋兄弟，咱们是同一批的，不如一起去山脚的方室逛逛，也好有个照应。山下情况未知，我们还是一起吧。宋兄弟，今后来日方长，说不得我们还会成为真正的师兄弟。今日还不想去？那不急，等宋兄弟哪天想下山了，咱们一起去。这边说着话的功夫，文二妞也不消停，对着制皮房里招呼着。方室应该有不少好东西呢，大家得了贡献点儿，要不一起组个队呗？顿时间有不少杂役跑了出来，盛大柱还在笑呵呵，似乎在期待他答应。还得制皮，大伙儿抓紧去把今日的皮影做掉，然后再下山。谁若是来不及的话，我来搭把手。那看劳烦大柱哥。谈不上，大家都是一起来的，互相帮助。宋大哥，你今天不去吗？他在看过那些没有任何消费欲望的老杂役，忽地若有所思。那些杂役似乎对于下山无动于衷，纵然有了贡献点，也根本不想离开这里。傍晚已至制皮房里的杂役们一窝蜂涌出。不要相信任何人，如果真要去方室，那就一大早去，越早越好，早去早回，莫要逗留。哎，干什么？琪姐，不如我们组队。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其实我想说的是，谢家。你不该去提醒他，他以魔门法术双修，早就是个小魔崽子了。他也不想这样，他和我在一起时人很好，我不想看他莫名其妙的丧命。铲除傀儡宫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丧命了。你的任务就是悄悄打入傀儡宫之中，为我剑门提供情报。我知道有很多师兄师姐师妹都和我做着同样的事情，而我的任务就是给你送仙石，给你打野护。我得了绝症，寿元不过2-3载，死在这里便当是被你双修而亡的，也算是可以掩人耳目。师兄不必伤心，你这般的地玄根本该在师门被师尊们栽培，却主动来到这里承担起覆灭傀儡宫的任务，这足以被人钦佩了。随后传来一声痛苦的闷哼，男人胸前血肉淋漓，可其中却掉出了几颗奇异的石头。大柱哥，阿妞姐，你们什么意思啊？天黑了回不了山，我们就在山脚下暂住，说好了天一亮就一起上山，你们现在干什么？别过来！怎么会这样？杂役中似有人明白了什么。沈大柱，你怎么敢和盗匪勾结？这是弟子说的话，你忘了吗？什么话？你们敢对皮影峰行凶，不怕皮影峰报复吗？盛大柱、文二妞等人好像听到了什么可笑无比的话。老大，这就是些蠢货，魔门弟子说的话居然也相信，他们还以为这是正道的地盘，真是死得一点都不冤。快点杀完，然后把他们的贡献点都给我。老子和你们二姐有天赋，好不容易混到魔门里，这今后啊，自是要成为魔门正式弟子的。今后跟着老大吃香喝辣的。眼见强盗就要砍掉男友的头颅，女人当即恳求强盗，希望用自己的命来交换男友的命。不料强盗压根就没打算放过所有人，他拿起大刀不停在女人身上游走，随后又转移到了她男友身上。接着在死亡的阴影笼罩下，他跪倒在地上哀求强盗，只要放他一命，他可以为强盗做任何事，包括杀死自己的女友。这话如同一击重锤，狠狠地砸在女人心上。曾经的海誓山盟在生死面前如此脆弱，女人心如死灰地夺过强盗的刀，强盗以及一旁的同伙却丝毫不在意。只见女人毫不留情地插入他的身体，片刻间男友就停止了呼吸，女人也是心无可恋地抹了自己的脖子。随后彪壮大汉们也就拿剩下的人取了，持刀直接冲了过去，一阵惨叫哀嚎后，声音渐歇。次日盛大柱文二妞失魂落魄地跑了回来，正好遇见来取皮影的弟子。山路漫长，昨夜来不及赶回，在外过夜，结果遭了邪事，去的兄弟都消失了，只有我俩人侥幸逃了回来。弟子知道这事后，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剩余杂役见此一幕，忽的都有些胆寒，他们再一次认识到了自己的命还不如一条狗的可怕事实。而这一刻，新杂役正式变成了老杂役。宋岩趁着一天清晨，快速离了悬空房，往山脚释放而去。修玄的东西若是用不上，就来这换些好玩意儿，保准您满意嘞。还有一些卖货之人桌上则放了一个小小的玉盘，其上写明拿玉牌刷。宋岩便取出玉牌刷了刷。神奇的事儿发生了，一行行信息在他脑海中浮了出来：成品皮影、纸人、毒符、奇药、飞剑，甚至是法术都有买卖。宋岩悠悠扫了一眼那2门法术，这种法术就不是我这等杂役能消费得起的。随后去到凡人摊位上花费1贡献点，买了3瓶补充元气的固本参丹，1瓶上品迷魂药长睡清风以及1把匕首。当天他在午后匆匆赶回了山上。宋兄弟买了点啥？买了点固本参丹。盛大柱扫了眼那瓶子，
宋兄弟还真是个好人。是啊，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很好。盛大柱转身，唇角露出一抹嘲讽的笑。入夜后，宋妍给他喂了一颗固本参丹，邱姑娘只感到体内暖暖的，以及全身百骸俱舒，她是真有点感动了。宋大哥，谢谢你。睡吧。一炷香时间后，他呼吸变得均匀，从怀里取出名为长睡清风，在秋莲月鼻前一晃，然后猛然开门，如幽魂般窜到了门外的红雾里。宋妍目光落在了远处盛大柱和文二妞的悬空房上。过几日等新杂役来了，咱们再行动一次，等存够了贡献点，成为了正式弟子后，也能去一个好点的地方。宋妍、西瑶、许长俊怎么办？哪天他们下山，我们尾随过去，然后让兄弟们动手，直接宰了就是。我了解过，测试都是一批一批的，同一批的竞争者越少，之后我们挑选的余地就越大。遇到我们也是他们倒霉。忽的哐当一声，门外新雾里传来鬼物狰狞贪婪的往里冲来，鬼物们蜂拥而来，对着盛大柱和文二妞的身体进进出出，遮天蔽月，鬼影重重。盛大柱和文二妞这俩盗匪头子已经彻底没了意识。宋妍稍作搜索，便在个枕头下发现了2块玉牌。好家伙，一块玉牌里有30点贡献点，还有个则是40点。他迅速掏出自己的玉牌，在自己玉牌这边哗啦了几下。贡献点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转移的。这玉牌和穿越前的银行卡颇有几分相似之处，那正式弟子有没有可能拥有查看转账记录的本事？他干脆把那俩玉牌都揣到了兜里，然后将2者放在了悬空房顶端，然后电速离去。随后悄悄观察了许久，直到确定那俩都自己坠下悬崖，这才回到了自己屋。次日，事实证明杂役们的命确实是草芥，他们并不关心那2个死了的人，他只是对过程有些好奇，手指一点那杂役眉心。师兄如何啊？昨晚心雾浓郁，那里藏了个厉害的鬼物，那鬼物撞开了大门，导致这俩被占了身子，无意识爬出了屋舍，然后坠崖。死了的这2人不是善茬，前几日刚刚引了一波肥羊下山宰了，会不会是有人觊觎他们的贡献点，这才出手啊？师兄，贡献点什么的我是不管的，只是我挺好奇，如果真是这样，那出手之人是怎么做到的？怎么，你还想接着查，还是你质疑我查出的结果？那正是弟子一愣。当师兄的提醒你一句，在我们傀儡宫秘密太多，死了人永远别深究，否则你也会很快变成死人。多谢师兄，多谢。宋妍一天结束，重新回到悬空房，他有些后知后觉的害怕起来，但回想起皮影峰弟子那一点眉心，似乎就看到了什么。这个世界肯定有搜魂术，如果有人对我用搜魂术，那就全完了。宋大哥，今天白天很多人都在说星雾变浓了，鬼物变强了，如果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被鬼物撞开大门。盛大柱他们就是这么死的，我们都只是杂役，皮影峰不会在意杂役，杂役死了也就死了，可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宋大哥，我会好好服侍你，你要我做什么都好，我很听话，你带着我，不要抛弃我，好不好？好不好？既然你说做什么都好，那我现在要你做一件事。什么事？吃一粒固本参丹，去好好睡觉。转眼便是半年过去了，新杂役又更替补充了好几批。在和秋莲月的交谈里，宋妍也知道了自己穿越而来的世界似乎极大，皇朝众多，而傀儡宗在魏蜀吴三国交界处的一个邪修势力。可三国和宋妍穿越前的三国并没有关系，傀儡宗但凡想要的话，就去随便哪国掳掠一番。至于掌控皇朝，樊朝没有玄石，傀儡宗也没什么兴趣。宋妍来到山下，熟练地取出玉牌，在货物数牌上刷了刷，花费了88点，买下了敛气术和气剑术，恋恋不舍地看了新添的搜魂术。199点贡献点，这也太贵了。宋妍概绕几个圈子，却忽地听到释放口传来动静。魏国只是要彻底灭国了，皇室女眷皇子全被抓了来，那血枪帮造反归造反，却也懂事，知道把这些人全部都送来傀儡宫孝敬先长。传闻魏国皇室有一缕商海国多尾狐族的血脉，那血脉虽薄弱无比，不足以供他们修炼，但却能令他们容貌极美，男女都是。如今看来，怕不是真的传闻了。瞧，那为首的不是魏国长公主曹嫣然吗？我在江湖中可是听过她的艳名，大魏第一美人。可这又如何？还不是被送来傀儡宫，今后在这儿，怕是只能做个低贱的奴婢了。看来外面的世道也不安全呀。若这一幕只是看电视、看电影什么的，他心里会生出同情。可在这样的世界，他觉得管好自己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世道如此，还是个人自扫门前雪吧，还是得变强才行啊。当晚，宋妍把今日在世方所见所闻与邱小娘子说了一遍。长公主都被抓了，我听那些江湖中人说，她叫曹嫣然。国色倾城，
魏公牡丹，你认识他？我家商会在大魏的背景就是嫣然长公主，父亲带我见过她一面。那时候我站她面前，只觉眼前是一道璀璨夺目的光芒，我连头都不敢抬。那我家的商会，怕不是也遭了池鱼之殃了？王朝更替，真正长久的却是这些修玄宗门。忽的他神色又激动起来。宋大哥，你一定要成功，你是个好人，你一定要成功啊！其实我猜到了，我猜到你修炼需要从我身上采补才行。你不要温柔，你已经给我买了好多药，你多采补一点吧，你千万不能失败，我不要你失败，你不能失败。宋妍挠了挠头发，其实他如今苦恼的不是失败，而是隐藏。在秋莲月值完上半夜后，他重新坐到了悬空房门前，接着把面板调出。男人只是用刀刮了张驴皮，竟发现自己的寿元增加了10年。这寿元不仅能让他长生不老，甚至还可以用来推演功法。只不过7个多月的时间，竟已经让他积累了3908年。接着投入1年时间参悟刚买来的敛气术，转瞬间就已经修炼至大成境界。但刚刚他好似已经在梦中推演了整整1年的时间。随后又是10年寿元投入，敛气术竟变异成了敛煞术。七瑶说的是真的，鬼修可以将普通法术变异，寿元还多，转化为实力才更稳妥。那继续，你投入了10年时间参悟敛煞术，但一无所获。一无所获。宋妍看着还富裕的寿命，毫不犹豫的60年投了进去。在参悟到第45个年头的时候，他将自身体内的一切玄气全部吞噬入腹。这种法术甚至可以吞噬别人的玄气。在55个年头的时候，他参悟出了凝煞控玄术，然后便可以控制一缕玄气在他体内流动。半年后的测试危机算是解除了。宋妍平伸手掌，那一股煞气被分出凝聚在掌心，接着又将气剑术推演成暴雨煞，紧接着又将玄气引导术修炼出了900缕煞玄，汇为10拳流入体内10脉之中，正式踏入了炼玄2层。他睁眼看去，屋外本是朦胧的红雾变得清晰了许多。他侧耳听去，屋外本是几乎被隔离的声音，现在也能清晰的听见。我存了10点贡献点了，你也有10点，你去问问那位传功的张大人，如果把20点都给他，能不能放我们离开？怕是不行。这不行那不行，那怎么办呢？杂役们谁不想跑？可又怎么跑？宋妍看了看床榻的方向，他眉眼却紧皱着，好似在做噩梦。1天前宋妍也是这般惶恐，但现在他突然发现自己能够睡个好觉了，微微后仰，闭目睡了起来。转眼又是2个月过去，汪素素那一批人迎来了测试，进去6个人，成功通过的却只有3个，汪素素就是其中之一。2个月后，齐瑶屋里的男人虚弱而死，而另一个名叫许长俊的屋里的女人也消失了。这俩同为资质之人，便住到了一起。师兄死了，他为了掩护我死了。为了覆灭这傀儡宫，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1个月后，师妹你展露实力，过关去吧。那许师兄你呢？到处都需有人留着，以查探消息。我就继续留下，隐藏实力，躲在这制皮房里。也对，师兄早就突破了炼玄1层，又身怀敛气术，自可隐藏。不，师妹，我已达到炼玄2层。好人，好人，采补我吧，多采补一点吧。好人，快点，求你了。就这样，就这样。眼见着距离最后期限还有1个月，秋莲月紧张无比。时光缓逝1个月，又过去了。测试修炼结果的时间到了，来运转玄气，若得1缕便能过关。谁先来？我来。张师兄宛如绑带一般，双指点在他手背，微微闭目，未几又睁眼。齐师妹到我身后去。汪素素、康德福也是笑着看向齐瑶莲道恭喜。装什么贞洁侠女，还不是靠着那阴阳合欢的法子，从男人那边榨来了玄气。你榨玄气的时候，还是贞洁侠女吗？宋师弟，不错，你这1缕玄气颇为精纯，这说明你根骨或许不行，但资质却绝对没问题。莫不是固本培元丹给那炉鼎，还能起到这效果？师弟只是不忍见那女子丧命，所以采补之余也给她进补，却没想那许多。张师兄闻言愣了愣，作为魔门弟子，他自己的行事就颇为漠然狠辣，但总希望自己身边的人好一些，对宋妍好感微有提升。汪素素则是露出不可思议之色，本以为和宋师弟已了结一切恩怨，却没想到又有了善缘。他这是提醒宋妍以前的恩怨彻底结束了。你通过了？我通过了。许长俊，回去吧，你修炼未足，今生该是无缘修玄大道了。多谢张大人，那我便回去继续制皮了。张师兄却不再理他，杂役罢了。如今我制皮房缺人，你们既是制皮房杂役出身，就留在这里修炼吧。洞府资源该正式弟子拿的，1分也不会少了你们。哼，莫要说什么去主峰之类的胡话，这种好事还轮不到你们。再扫了一眼2人，发现2人都未曾露出不满之后，走吧，
我带你们去入门，挑选洞府，还有一些正式弟子才能想到的好处。说完这些话，他眼中露出几分奇异的色泽。你们呐，这是入门的时机选得好，好处可真不错了。来，带你们去看看。制皮坊所在山峰名为南竹峰，是皮影峰主峰外围的一座山峰。张师兄叫张印，是南竹峰峰主程丹青的二弟子。宋岩、齐瑶很快拜过了程丹青，同时更换了身份令牌。宋岩扫了眼令牌，宋岩正式弟子皮影334。不记名的贡献点牌，那只是给杂役的。今后你们的身份令牌，也就是你们的贡献点牌，纵然别人拾了去也用不了。若是你身死那令牌里的贡献点就自动作废。你两人拿到的令牌，便是前几日陨落弟子的。张师兄，不知那2位师兄是如何陨落的？我傀儡宫地处魏、蜀、吴3国中间，南无剑门自取正道，常有覆灭我们之心。其中弟子游走我宗周边，若是遇到了，免不了一番斗法。南无剑门，哼，便是要将你们这些邪魔歪道全杀光才好。你们2个洞府就在前方，今日且好生休息，待到明天再去学习功法，了解事物。至于师兄说的好处大魏将亡，新上位的乃是凡间一个叫血枪帮的帮派。血枪帮为了讨好我宗，将不少皇室血脉者通通送入我宗门，分了好几批。那大魏的皇后、皇妃、公主、皇子，乃至是王府公子、千金之流都没落下。大魏皇室血脉体内有极其稀薄的多尾狐族血脉，故而男子俊美，女子妩媚，两相欢好，不仅享受，还可因其血脉而汲取到更多玄气，实是炉鼎佳品。而你们虽能修行，但玄根应该只是劣质人玄根，所能依仗的修炼方法无非双修、丹药，故而炉鼎极为重要。其实也是你们运气好，各自分到一个大魏皇室血脉的，入了府自可见分明。石桌上有吃心粉，这也算是正式弟子的日常福利，每月1瓶。齐瑶闻言面颊微红，这既藏了羞意，也藏了怒。魔门真是该死啊！师兄，说到炉鼎，我那在制皮坊的炉鼎也用着趁手，再加上我给他喂食了不少固本神丹，可否也一起带来洞府中？秋莲月又是给身子，又是给贡献点，若我现在通过了测试，却不把他捞出来，那秋莲月怕是绝望到马上要去自杀。既是炉鼎，不违规矩，你稍晚去带来便是。这些杂役的身份转变容易得很，师兄帮你登记一笔，就当他是你府中人好了。宋岩暗暗舒了口气，有种总算不负所托的感觉。而另一边的秋莲月心情复杂的从早晨等到午后，期间他看到许长俊回来了，宋岩没回来，就知道宋岩通过了测试。他开始兴奋的等待，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那颗心在慢慢冷却，一股绝望和恐惧的感觉慢慢升起。少女已经往门外看了999次了，眼看阳光就要落到山下，可她还是没有等到那道身影。她又是给身子，又是给贡献点，只为那男人能救她脱离苦海。眼见红日已经坠落在西山后，少女的心也终于彻底冷却了下来。她已经感到周围杂役露出了嘲笑，而远处那个曾经和她共处一室、想要占有她的男人也似要走来。她深吸一口气，面色苍白地放下皮影。她已经听到周围人的笑声和窃窃私语，可在一刹那，那些嘲笑就全部冻结了。连月走了，她急忙抬头看去，仿佛一道光站在门外。她一瞬间眼睛红了，来了。她哭着笑了起来，含羞擦去泪水，匆匆迎了过去。当她再走出门时，射来的目光已不再嘲讽，而是充满了嫉妒。然后宋岩又领着秋莲月去变更身份，可变更时一问才知道，炉鼎根本没有身份，就当杂役死了就行。片刻后来到洞府里，并无宋岩穿越前印象中的那种沉闷，反倒是有种极为清新的气息。那里有个娇美贵妇，手足被绑，正蜷缩在床角落。贵妇在看到宋岩的一刹那，眼中露出无比的痛恨之色，而不远处的桌几上则放了一瓶赤心粉。你是谁？魏王不会放过你们的，今日之战，血债血偿。认得吗？王妃，她是大镇镇南王王妃曹雪柔。她怎么？她是镇南王世子的母亲，在镇南王府里也是大夫人。她多大了？镇南王世子骁勇善战，已然近30，曹王妃应该起码50了。我不是曹雪柔，你认错人了。宋岩有些无语，看来上面把魏皇室血脉中年轻貌美的已经给留下了，年老点的贵妇才分发给我这等普通弟子。山海国的多尾狐族血脉确实强大，50多的女子一眼看来便如20家人。王妃，可后者根本不答话，用一种仇恨到了极致的目光直勾勾盯着他。算了。宋岩取了赤心粉倒在手上，随后来到这镇南王王妃面前，接着轻轻一吹，将赤心粉吹入其鼻中。约莫1炷香时间，之前还冰冷的曹雪柔神色已经开始产生变化。她明明记得自己是谁，可却无法抑制对眼前少年的感情。她心中充满了欲念，却也强烈的矛盾着。王妃，今后你就住这屋吧，我不会动你的。曹雪柔心中的矛盾顿时没了，紧接着她对眼前少年的好感无法抑制的膨胀起来。他是个凡人，根本无法对抗这种混杂了修饰手段的奇药。你也不必叫我王妃了，
叫我雪柔吧，对外也说得过去。此时此刻，在齐耀强行扭曲下，让他不再想什么镇南王，让他难以抑制的只想着只在乎着眼前的少年。你刚刚说魏王不会放过我们，什么意思啊？我只是隐隐知道皇兄，也就是魏王和山海国还有几分剪不断的联系。纵然如此，山海国也不可能为了一个凡人国度出手吧？曹雪柔缓缓摇头，他能知道这个消息，也是因为他地位崇高。山海国是什么？是恐怖的食人妖国，其中族属足有数十个，所以又称百妖国。我们体内所隐藏的一丝血脉，正是多尾狐族的，而多尾狐族又称多尾龙伯食人狐族。食人是指他们极为凶厉恐怖，龙伯是说他们体型巨大，生命力强，所以我们大魏皇族才会纵然年老也如稚子，看着永葆青春。多尾龙伯，那傀儡宗和这山海食人妖国相比又如何？然而他收获的却只是茫然的摇头。凡人哪能知道这个？镇南王王妃看着眼前小郎君，忽地觉得心儿有点痒。他大口呼吸，却闻到了宋妍身上的气息。宋妍愣了愣，顿时明白这是吃心粉发挥了作用。连月，你陪王妃睡这里，我睡另一个房。你别害怕，我知道你是大魏皇室，知道你是被掳来的，但你放心。齐瑶觉得这些人实在太惨了，国破家亡后，人也被抓来当奴隶。我不会对你做什么。多谢，吾乃大魏镇南王，只可惜无法再给仙子重谢了。没什么，你且安心歇息。齐瑶说罢，抓起桌上吃心粉，狠狠摔砸到地上。王爷就当自己已经用过了，也好引人耳目。多谢仙子，只是不知仙子能够助孤脱困，孤定然感激不尽。有机会的，王爷只需知道，不仅王爷能脱困，很多受难者都会脱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相信你。王爷，安心歇息吧。在他离开后，镇南王也是长舒一口气，本是金黄的双目里显出一缕喜色，悠悠闪烁，似在思索什么。此时南竹峰62间洞府的最顶端，张毅师傅，弟子在，您有何吩咐？明日你再去制皮坊，给这一年里那些曾经有资格修炼玄气引导术却又落选的杂役一个新的选择，就说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就说葫芦谷最近多了些煞狼，他们如果能拎一头煞狼的狼头回来，那就也可以成为正式弟子。师傅，煞狼不独行，那些没入境的弟子，但凡是去了，就必死无疑。最近南吴剑门越来越活跃，我担心他们派遣奸细，奸细可以隐藏实力，但却无法隐藏自己可以汲取功法的事实。当日你在现场，可有人明明能汲取，却装作不能？功法传承，我在旁是可感知的，能就是能，不能就是不能。那就好，明日一早你就让他们直接去，为防有人逃脱，为师会跟过去。那俩新弟子你就带为师先将玄气引导术的完整版传给他们，另外再给他们分一下任务。是，师傅。次日宋妍走在山间，而就在这时，一个少女从里走了出来。昨晚如何？不愧是有多尾狐族血脉的炉鼎，用起来和凡女就是不同，润得很。齐瑶听到这说辞，只觉得恶心。你呢？还行。你那边的皇族是何身份？镇南王王妃。啊，那可怜的男人，他娘子居然就在对门，还被那个了。想到自家洞府里那可怜的男人，其娘子居然就在对门被那个了。齐瑶忽的气冲冲的加快脚步，不再和宋妍走在一处。齐师妹少年义气，还不明白既至魔门就只能遵循魔门规矩行事，不遵循那就得死。师姐说的有道理。如我们这般的南竹峰正式弟子，除了修炼之外，也不是完全脱产，而是需要做一些宗门分配任务的。一是制作妖兽皮影，二是外出采买妖兽皮。据我观察，这南竹峰62洞府有近一半都空着，想来是都出了事。外出采买妖兽皮并不安全，如果有的选，师弟慎重。62洞府有一半空着，多谢师弟客气了。须臾，齐瑶和宋妍一前一后进了南竹峰最顶端的楼中。张师兄，师傅他老人家今日不在吗？师傅有些事儿处理一下，便由我代为传功。之前你们学的玄气引导法是削减版的，那效率比完整版的足足低了5、6倍。现在我便将完整版的传给你们，待你们稍有所成，再传授法术。对了，除了这玄气引导法，我们南竹峰正式弟子也还是要进行一些日常任务的，你们挑一挑吧。此时不远处的葫芦
骨。一只只被鬼物侵袭了神智的煞狼正红了双眼，疯狂撕扯着新鲜的血肉。你扯下一块大腿，我叼走一个人头，红血飞溅。这些人在昨日之前还是制皮房中有资质的弟子，只是一个考验没通过，变成了煞狼的口中餐。此时纵然别的杂役已惨死，许长俊却安然无恙，他体内时脉已充斥玄气，奔跑起来，纵是煞兽也赶不上。没想到我只是为了隐藏实力，就被逼得来执行这种危险任务，可真是倒霉。不过这任务明摆着是要我送死罢了，任务算是失败了，先返回剑门，将这里的情况报给师门吧。他转身往另一个方向而去，可还未走多远，却陡然感到天空一黑。许长俊急忙仰头，却见一只皮影巨象见风就长，象蹄一踏，狠狠撞击在他身上。男人猎狼时突然发生一件可怕的事，不远处竟出现一只只被鬼物侵袭的煞狼。他只看一眼就知道自己遇到的是什么，于是立刻运转体内玄气，拔腿就跑。可下一秒，一只皮影巨象狠狠踩在他身上，一瞬间夸张的怪力从皮影巨象的蹄子上传来，他只觉周身玄气被摧枯拉朽踏，几乎是一刹那的功夫就没了感知。破烂的血肉之躯撞落在了山谷之中，一个中年人从空而落，落到皮影巨象身侧。可此时程丹青的神色却很古怪，远没有在山头的那种为人师长的感觉，而是透着一股子难言的诡异。随后皮影巨象卷起许长俊的尸体，送向了葫芦口深处那煞气更浓之地。这一路上的阴影里也藏了不少鬼物，但那些鬼物却没有一个对程丹青发起攻击的。而另一边的张印跟宋妍他俩安排着任务。七师妹，宋师弟，总之如今我们南珠峰就2个任务，一是听从大师兄安排，去我傀儡宗西北方向的清溪方氏采买妖兽皮。清溪方氏并不是我们傀儡宗地界，而是个散修聚集的方式，也只有那样的方式才会源源不断的供给大量妖兽皮。另一个则是随我留在南珠峰，以妖兽皮制作皮影。这个任务很是枯燥，和之前的杂役没什么区别，接触不到什么世面，更加无法得到锻炼。可是什么活总得有人做不是？你们如何选择？这张师兄也太会演了，明明是安全的活非得藏着掖着，批得一无是处。他暗暗扫了一眼身侧的齐瑶，宋妍其实早发现齐瑶有异常。这齐瑶保不准就是那什么南无剑门的愚蠢炮灰小间谍，哪个魔门弟子会在听到我说很润这种话后气愤无比？师兄，我要去清溪方氏采买妖兽皮。好，师弟也是要去清溪方氏，对吧？不，师兄，我打算做妖兽皮影。很枯燥的，再枯燥也得有人做。做这种事儿得不到锻炼的。不瞒师兄，师弟其实发自内心的喜欢干这一行。俗话说得好，干一行爱一行。对了，师兄那清溪市方，今天就到这儿，你们各自修炼适应，3个月后开始执行任务。说完，他便飘然而去。这事儿也算是板上钉钉了。齐姑娘，清溪市方危险，你怎么知道？直觉。现在去求张师兄应该还来得及。不必。他正要向外传递情报呢，这么好的机会怎么可能错过？张印本以为他是说说而已，可在看到宋妍3月如1日的表现后，是真的震惊了。他从未见过哪个正式弟子会在休整期跑去杂役房制皮的。你小子是真的喜欢制皮？这可能会是我一生的爱好。稀奇啊！我看过不少从杂役房出来的弟子，那些弟子都是看到兽皮就想吐，你倒好。不过制皮也不只是爱好，还要看天赋。你知道那些画符箓的吧？我和你说，真正的制皮是比画符更为高深的手段。一位皮师与宗门的价值远高于符师。你若是不仅喜好，还有天赋，那师兄倒是可以为你举荐一二，让你试试。那师弟要不把师兄的兽皮也给带做了？该是师兄的贡献点，还是师兄的？哦，相见恨晚呐！走，师弟，别的先不说，你先去做个妖兽皮影试试。师兄虽只是个熟练工，却应该能教导你一些。接着，宋妍随张印走入了一处制皮的洞府。杂役房的都是些残破老旧妖兽皮，属于给杂役们做做看的，但我们这里的却是没有损坏的低级妖兽皮，至少这一块割下来的皮没有损坏，所以我们制作时也要格外小心。若是成功制成一个皮影，那能给10贡献点，可若是失败了，你得赔偿3个贡献点。明白了，张师兄。接着张印开始教导妖兽皮的简单制作手段。师弟，看好了，这是4种基础雕刻技法：雪花、拉丝、凿刻、灰皮走刀。随后张印又取了张残破的兽皮让他试了试。师弟先试试，过几日再拿妖兽皮。从前你在那制皮房每日能制1-2张皮影，但这种妖兽皮你能3日做出1张就不错了，这是血刃麋鹿，你先试试这个吧。多谢师兄。这一试他顿时有了种不同于之前在制皮房的体验，手掌压下去时还会产生一种明显的刺痛感。张师兄，这是什么妖兽？最普通的低级妖兽白刺鹿，在妖兽聚集区域的外围随处可见，但也不是你们这种连法术都没练
城的普通弟子能碰的。那山海国的妖算什么层次的妖兽？屋里那卢鼎告诉我的，说什么多尾狐族只是山海国的一族，那不是妖兽，那是妖魔。妖兽起码还是兽，可妖魔却已然是魔，那是2种不同的存在。其余的莫问了，我这种普通弟子也不知道。不过师弟不用担心，大卫对山海妖国来说连屁都不算，甚至多尾狐族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个血脉后裔，不会来犯的。转眼7天过去，你汲取了一只白刺鹿圣羽兽元22年。万事开头难，而且这还是我第一次制作妖兽皮。若是能当上皮师这个技术工，在任何世界里技术工都比战士更安全。宋妍的思绪正飘着，张印已经来检查他做出的兽皮了。不错不错啊，第一次能做成这样，真是有天赋。是师兄教的好，再接再厉。你若真能做好，师兄说到做到，定为你举荐。傍晚时分，宋妍坐在制皮房，一阵香风忽地从远刮来。师弟，明日我能做来吗？可以。师弟来南竹峰的第一天是坐我对面的，今儿啊又坐一起了，也算是有缘呢。这一次啊，师姐定然以诚相待，也希望师弟莫要负我。宋妍只是点了点头，也不搭话。王素素确实很有用，这次更是3言2语把我躲过了一个大坑。转眼1个多月过去了，清溪市方完成了兽皮采买的南竹峰小队，打算在市方边小镇的酒楼里休整一晚，等天亮再返回。夜深人静，一道娇俏的蒙面黑影却悄摸摸地离开了酒楼。阁下深夜前来，不知何事啊？是剑门的师兄吧？你是哪位师妹啊？师兄，这皮影峰部分区域的地形图，峰中多煞气之地，白昼夜晚皆不同，交给师门。还有徐长俊师兄失踪了，可能已经牺牲。放心，我会转达。那我先告辞了。师妹身处敌营，万望小心。多谢师兄。就在这时，剑袍男子神色陡然变得冷冽起来，飞剑已然悄无声息地出了鞘，再随着那一指进去，黑影一双美目里露出震惊困惑，但他已来不及反应。而就在这时，一道身影从墙上飞掠而下，握剑挡在了他身后，接着剑声脆鸣，飞出的身影已被飞剑定杀在地，鲜血溅起，喷了黑衣人一脸。快走，快走，他是魔门的奸细！眼见飞剑就要捅入女人的身体，不料一道身影从墙上飞掠挡在了他身后，剑声碎鸣后，男子就被捅得透心凉。快走，他是魔门的奸细！接着奸细手指在动，剑诀捏动之间，那说话的身影被割了脑袋。而就在这时，不远处又有数道身影飞至，他也顾不得斩杀女人了，转身御剑而逃。女人如傻了般站在原地，随后蒙脸的面具滑落了下来，露出一张娇美的脸庞。去追杀的数道身影里有一道折返了回来。戚小姐，细作不是这么好当的，正邪之争更多是蝇营狗苟，而非你想的快意恩仇。回家吧。他是谁？重要吗？很重要，他救了我，还用生命救了我。但有许多这样的弟子正在死去。齐瑶深吸一口气，他紧紧闭上眼，强忍着泪水转身飞奔而去。半年的功夫，宋妍就从每3天制作一张皮影，变成了1天1张。张印在享受了足足1年这种福利后，他总算也没食言。师兄，我这师弟在制皮道上是真的很有天赋啊！我明白你那皮师的入门手段只是卖给了入了境且有天赋的弟子，可能不能让我这师弟先练起来呢？张师弟，我再说一遍，不是卖，至于费用，只是为了让那些弟子明白我师门这手段不廉价。师兄说的太对了，太有道理了，受教受教啊！罢了，虽说未曾入境，但总有些可以先练起来的啊。对了，你刚刚说他2天制一张皮影上架，那便算是1年吧，1年12个月，每个月150贡献点，那我这法门便卖个1800贡献点好了。这会不会太贵了点？毕竟就是入门。你以为我真贪这1800贡献点啊？要不是我和张师弟有些交情，还不来这儿呢。要不还是等他入了境再买吧。师兄，我们见了宋师弟再说吧。片刻后，内门弟子满意的看着面前少年，这少年憨厚，真就花了1800贡献点买了他这法子。我乃石师门下赵一静，我这一脉须学的手段都不简单。不过我今日教你的只是小五行缠丝手中的小五行手入门，以及画皮招魂术中的画皮术入门。赵一静推出个匣子，你若是私下再将此法给了他人，不被发现还好，若被发现，哼，不会的。宋妍打开匣子一看，其中放着2卷崭新的册子，还有放了10枚奇异的核桃。你若真能入了门，可至皮影峰主峰寻我带你去见石师，到时候你就会发现这1800的贡献点花得很值了。说罢，这弟子也不多留，转身离去。小子，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吧，白日梦不是那么好做的。哼！随后招出皮兽，跨上破空而去。转眼半个月过去，这5行核桃也算是在宋妍巴掌心儿里走了一个轮回了。宋妍也决定把画皮术的修炼提上日程，必须看了活物才能画出它真正的样子。翠雀林。当日晚上，宋妍躺着享受过邱小娘子的侍奉后，
便开始思索着翠雀林之旅。宋妍神色一动，他听到不远处似乎传来异响。自前年齐瑶从清溪市方回来后，好像人就有点变了。姬仙子，我出门，我只是透一口气，没别的意思，没别的。我故意留门，就想看看你会不会逃出去，又要逃到哪里去。你做过王爷，应该知道在这里你无处可逃。纵然你跑出去，那也是死路一条，可你还是逃了。你不是往山下逃，而是往山顶。你究竟想干什么？山顶正是南竹峰峰主程丹青所在之处。没有，我没有往山顶去，我只是想去透口气，我现在就回。话音未落，这美男子忽地狂奔起来，显然是个练家子。有，忽的一块石头暴速射去，气，那石头落在了他后脑勺，最后一个作字未来得及说出口，脑袋就像西瓜一样炸。宋妍从后走出，看了眼远处的齐瑶。齐姑娘，杀了你卢鼎，不怪我吧？齐瑶并未答话，她只是怔怔看着那死去的镇南王。明明我坦诚相待，明明我要帮你，我都没有给你使用痴心粉，你却背叛了我。要不是宋妍出手，我恐怕就暴露了。你为什么要杀他？野外没有身份名牌的奴仆，杀了就杀了，这不是我们皮影峰的规矩吗？怎么齐姑娘还要为他报仇？你杀了我卢鼎，今后我怎么修炼？不如你我双修。他已不想再要卢鼎，又想隐藏下去，所以他决定和这个并不讨厌的少年结成道侣关系。不要，你这个女人太麻烦了。齐瑶闭目良久睁开，似是已有了什么决议。2年不到的功夫，他经历过了鲜血死亡以及背叛，他却已如度过了许多年。宋大哥，发生什么事了吗？杀了个人。宋大哥，这是其师姐的卢鼎。一旁正在制皮的曹雪柔猛然一怔，因为任何来此的卢鼎都必然是大魏皇室血脉。是你丈夫，他叛逃，所以我帮其师姐击杀了他。死了丈夫，却还要因为痴心粉的缘故渴求着与仇人好，这般的折磨足以让他拿起制皮的刀去自杀。世上总会发生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事。一大早起来，宋妍发现镇南王王妃居然没自杀，而是跪在他面前说愿意如秋小娘子那般侍奉他。为己他轻叹一声，重新躺下，对着王妃招了招手。许久，王妃面色虚弱，瘫软在榻。事儿结束后，便走出了石门，没走多远，果是看到有几个弟子围在悬崖。昨夜看到黑影在外乱跑，为防意外，就出了手击杀了。当杀当杀。卢鼎叛逃，这定然是没肯用痴心粉，放往日里没什么，可这种时候怕不是会被怀疑。师弟，你是个聪明人，昨晚击杀了那叛逃卢鼎，却没否认。不过你行事作风里还存了问题。秋莲月跟了你快3年了，却还是没出事。那镇南王夫人却不知你是否用了痴心粉呢？宋妍也不废话，直接邀请了汪素素入洞一关。汪素素是用痴心粉的老手了，对于空气里的淫靡气息也熟悉得很。还当你多正派呢，原来也是这死样呢。什么时候要不要和师姐试试？我们不采补，就当弥补下当初的遗憾。一起去制皮坊吧。今天我去翠雀林。去那儿干什么？画皮书里说画稿若要存神，须当以目睹之，以心察之。翠雀林那有双头狼，我去看看。画皮术，师弟安心去。若是昨晚那卢鼎惨死一事闹开了，师姐帮你解决。还是汪师姐好啊。宋妍有些感慨，齐瑶那般的好人，竟给我添麻烦。汪师姐这般的邪恶妖女，才能帮我解决不少小尾巴。那师弟可得记得师姐的好。半个时辰后，宋妍来到一处葱郁的荒莽林子，远远瞅见了2条双头狼在饮水。宋妍手指比对着那双头狼的形体，在虚空勾勒起来。别说，看实物确实比看画稿更好。傍晚，宋妍返回南竹峰，师弟这边没事了。多谢汪师姐。你悟的怎么样啊？有点小收获。那师弟继续努力，若有需要师姐的地方，尽管说。还有那齐瑶被峰主责令禁闭，暂时不许离山了。你想去探望他吗？不了。数日后，宋妍如往常一般打算去翠雀林，远处却传来争吵声。张师兄，我难道不是正式弟子吗？你凭什么不分给我大魏皇室的卢鼎？之前你说人不够，可昨日我去山下方氏，又见一批新的皇室卢鼎送来了，怎么还没我的？康师弟，你7老8十了，大魏皇室的上好卢鼎还用了干什么？浪费。张师兄，可这是我该得的。年纪都这么一大把了，还不懂规矩，多跟人家宋师弟学学吧。滚！远处正听着的宋妍有些无语，这怎么还扯上我了？翠雀林中，双头狼正向2角兽狂奔起来，可就在这时，一道寒光已然穿破了他的心脏，另一头双头狼已然跃起，
当獠牙咬落的瞬间，一股强烈的爆发力从那手上散出，紧接着那双头狼的身体竟在半空炸开。宋妍战斗了一番，觉得自己战力应该还行，他忽的心有所动，再一看面板，法术可以寿元推演，画皮术未入门，小五行手未入门。你是哪个风头的？在这儿做什么？师弟是南竹峰的，来这里是因为服食画皮术虚无神，故而观察妖兽来了。此事南竹峰上上下下皆可证明。自己先靠上，等我回去再说。而就在这时，他忽的又神色一紧，悄悄后退半步。那2名外门弟子也同样有所感觉，2道灰衣身影从林间掠出，一人持剑，一人握着个葫芦。3个无崽子，杀！为大魏皇室偿命来！男人从裤裆里掏出一把温热的豆子，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其装入葫芦中，紧接着又往里面添加了一些火药，随后将塞子狠狠地拧紧，接着将葫芦抛入半空之中。只见男人用玄气果断进行加热催动，不一会就听见砰的一声巨响，内里竟有一个个铁豆子飞射出来，载着暗沉光泽往3人急速拢来。外门弟子似是察觉了对方层次，左手微提双头狼皮影加速，右手在动，却是又一道皮影飞出，却见是一个鹿角如刀的白刺鹿。接着4人乒乒乓乓地打在了一起，而躲到了树后的宋妍古怪地看着他们。没一会儿功夫，忽的宋妍听到一声惨叫，却见一名皮影峰弟子左臂被飞剑斩断，另一弟子因为分心，也被铁豆子给打了个正着，又被飞剑快速掠来给补了一刀，但持剑散修，也被断臂的地主操纵着白刺鹿皮影给刺穿了身子。一瞬间，4人1死2重伤1轻伤，死的和重伤的是皮影峰弟子，而轻伤的正是拿着葫芦的。那只是轻伤的葫芦散修目光落在宋妍身上，暴喝一声，手捏法诀，铁豆子再度倾泻而出。宋妍忽的身形一晃，竟转瞬到了葫芦散修面前。那散修一愣，却也不慌忙，抬手双指如剑点握，转瞬落在宋妍推来的手掌上。下一刹，葫芦散修面色陡变，因为他感到一股子可怕的吸力正从对面传来，他指尖玄气全被吸走，也让他的法术不攻自破。什么邪术？玄气怎么没了？宋妍手掌落在了葫芦散修脑门，宋妍身如鬼魅，瞬间来到飞剑散修面前。袭来的玄气荡漾在体内，有种虽然玄气变多，却只是杂质的感觉。看着剩下的一个师兄，他轻叹了一口气。随后宋妍快速挺个包，2位师兄的贡献点彻底作废了。宋妍是连看都看不到，至于那2名散修，怀里的东西就多了点，一小袋散发着玄气的金玉，也不知是什么，一沓银票以及一样名为气爆术的法术。接着宋妍又近距离打量着那些皮影成品，好似里面真的藏了某个诡异的神魂，给宋妍一种正直勾勾盯着他的感觉。忽的他迅速抬手，运用2次变异法术暴雨煞，4个皮影成品的头没了。差点，真是差点啊！若是我不舔包，估计搜索之人能通过这4个皮影而知道现场发生的事，真是信息决定生死啊！如此一连3天，在第4天的时候，他还打算再去翠雀灵时，却被张印一把拉住。暂时别去了。怎么了，师兄？大魏皇室供奉的一些散修，连同南无剑门的部分弟子，悄悄潜入了我傀儡宗外围。不少巡查的正式弟子失踪了，有的被发现了尸体，有的则彻底不见了。这什么时候的事？就这2天，翠雀林也有巡查弟子失踪。你呀，就是运气好，但运气总不可能一直好，暂时别去了。南无剑门，欺人太甚。可不是，我们也就抓杂役，弄些炉鼎，在庇护江湖上那些偏向我们的帮派，他们就非要对我们动手，欺人太甚。抓大批奴役，随意草菅人命，强抢凡间美女美男，让人家破人亡，庇护江湖邪门歪道，让坏人们有了保护伞，让毒瘤有了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师兄啊，师兄，你可真是够不要脸的。刚好这段时间我画皮术也有所领悟，刚好留在峰上制皮，还是老规矩，师兄那份我做了，贡献点算师兄的。我就喜欢师弟你这般的人，放心，有师兄在，你什么亏都吃不了。至于什么画皮术有所领悟，张印就当没听到了。1个月后，张印捧着手中以妖兽皮制作的双头狼皮影，站在阳光下反复看着，眸子里显出不敢置信之色。这皮影已经有了神像了，逼真的很。宋师弟当真是有成为皮师的天赋，他还只是自己跑翠雀林逛了逛，若得名师指点。张印往峰顶跑去，来到南竹峰峰主城丹青洞。师傅，请看，谁做的？宋妍宋师弟。那这张呢？也是宋妍宋师弟，不过是他1个月前做的。程丹青古井无波的眼神已然动了。天才，这是真的天才呀！我是没想到自己能遇到。去告诉宋妍，为师要帮他去跑1次主峰，为他的事亲自拜访一下石师。是，师傅。师弟，师兄发现你在制皮一道上很有天赋，所以特意请师傅帮你跑1次主峰，为了你的事去拜访一下石师。多谢师兄。哎，你我兄弟不必多言。另外，今后你做的皮都算是你自己的贡献点，不必再给师兄了。
要不师兄全还给你啊，只是宽限些时日可好？皮影峰主峰一处神秘的黑暗厅堂里，皮师是人才，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人才，但是玄玉总会自己发光。这样，始作翁下个月会在玲珑谷举办妖兽展，为期半月，以观妖兽之神。届时许多皮师甚至只是有资质都会过去，你举荐他去，让他去玲珑谷见一见世面，也试一试他究竟是什么水平。其他的之后再说。是，我让你找南无剑门细作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已经有安排了，相信没多久就有消息。要快点儿。魏王已经顺利跑山海妖国去了，应该很快就能见到他在多尾龙国食人狐族的那位长辈，而我们的机会也到了。当天傍晚，一封请柬被送到了宋岩手中。多谢师兄提点，不过这是临时插入的名额，师师为人古板，应该是不喜欢这种事的。到时候也许会对师弟毫不理睬，旁边若有弟子善于察言观色的，将来必会嘲讽师弟两句，以拍实施马屁。你有个准备。如此恩情，师弟绝不忘怀。张印听得开心，又亲热地拍了拍他肩膀。宋岩看着手中请柬，心底生出一抹期待。明日我打算去山脚市坊，那是坊里我记得有酒楼，到时候我从酒楼带点饭菜回来，我们一起吃。次日，宋岩轻车熟路地下了山，先采买了固本参丹，然后他又顺便花费199贡献点采买了搜魂术，还剩1324点贡献点。回到山中，将3锅菜依次放在了陵墓炭炉上，开始蒸热。热了。宋岩抬手去接锅盖，然而在双指触碰到锅盖的一刹那，他脑海里忽地蹦出了一句话：咱厨子是御厨，从前都是做国宴的，大人可有口福了。他把锅盖压了回去。怎么了？还没热。说完，他忽地心里一动，以此锅中之物为药，投入1年寿元开始推演。你吃掉了这3锅美味，当晚你腹中绞痛，你死了，归还剩余寿元364天。他再度发现了自己面板的一种使用方法，就是试毒。同时，他也发现了这菜里真的有。宋岩叹了口气，故意提起锅盖，有毒。食神为了替死去的皇室报仇，竟隐藏到小饭馆里做起了厨师，接着就抓起一把带有玄气的草药，投入大铁锅中，直到剧毒与食物完美融合。随后他又将饭菜打包到饭盒之中，然后拎到这个魔门小伙面前。然而就在小伙回家热菜的时候，突然想到市坊酒楼老板的吹嘘：咱厨子是御厨，从前都是做国宴，大人可有口福了。于是动用类似预知未来的能力，结果晚上就腹中绞痛，随后就死在了床板之上。有毒，有毒！大卫余孽，宫里的御厨。凡药应该也不会对您怎么样吧？可能不是凡药，你们那边的余孽可能已经和南无剑门彻底勾结上了。他们从南无剑门拿了毒药，自杀似的冲来傀儡宗，还真是忠义啊！平心而论，我也没想到有这种事，但既然发生了，我就不得不上报。说完就去找张印去了。当晚，张印领着队伍，带着宋岩、汪素素等人来到市坊口。市坊中已是一片喧闹，因为有不少江湖邪门弟子中毒死了。张印令弟子前后门一堵，直接抓人，而那酒楼厨子居然没走。我华五仙未曾辜负皇恩，陛下，我去了。说罢，他七窍流血，从高处坠楼而下。张印却不废话，然后搜魂术刷刷的用，不一会儿功夫，就又把几个嫌疑犯给抓起来，直接宰了。宋岩看着那惨死的厨子，思索起来：魏王抓住了吗？好了，估计不知道死哪个荒山野岭了。宋岩不知为何打了个寒战。师兄，我那炉鼎已经不行了，能不能再给我一个皇族啊？能，宋师弟，你要不我再给你弄个过来，保准比前一个年轻。多谢师兄好意。宋师弟可真是怜香惜玉，要不要也怜一下师姐呢？数日后清晨，宋岩还在床上睡着，屋外传来动静。七瑶，没有封主命令，你怎么敢擅自出动？我要见封主，我能洗脱嫌疑。这位小细作要怎么把自己洗黑呢？当天傍晚，宋岩制皮结束，与刚好从山头走下来的齐瑶撞了个正着。齐师妹，齐瑶却看也没看他一眼。王师姐，这是怎么了？齐瑶，他不是劣质杂玄根，而是中品地玄根。这种资质的弟子，一般都是直接去皮影峰主峰的，他们能享受更好的洞府。只不过，一个中品地玄根，居然没通过弟子考核，而混入了杂役群众。哼，
有点意思。宋妍也是有些愕然，这哪是洗去嫌疑，这是增加嫌疑好吧？可是让宋妍汪素素大跌眼镜的是，齐瑶的调令居然下来了。他居然没出事，怕是已经下了投名状了。难道他亲手杀掉了一名南无剑门的弟子？又一日晚上，忽的又听到隔壁传来动静。这位老师兄最近惨极了，自他上次讨要大魏皇室血脉炉鼎后，处处被张印打压。齐仙子，我知道你是好人，但过几天我就要被赶下山去，自生自灭。你有没有什么消息要我带出去呢？只要能对傀儡宗不利的，都愿意做。滚！宋妍只听得一阵无语，你还不如去直接举报他，结果你让人家滚。如果齐瑶不是细作，我吃3斤大便。他也只是听听，其余的也不想管。峰主，我苦肉计也用了，也帮您去试了。那按照说好的，这南竹峰值守的位置，能给我一个吗？我一定尽忠职守。嘿嘿。值守可是个养老的好位置。次日，康德福因年老不宜修炼离开了南竹峰。他走的时候穿着遮面斗笠。宋妍因为境界的缘故，只是扫了一眼康德福。他绝不是康德福，真的恐怕已经死了。那卢鼎显然发现了什么，他也死定了。午后，一艘皮影天舟就停在了南竹峰的孤崖上。这么大的皮影舟，这是谁的手笔？我在这里2年了，从未见过这种舟。我倒是见过，这是主峰迎接弟子才会派来的，一定是有哪位天才被选中了。他看也不看任何一个同门，径直走上了天舟。随之天舟远去，宋妍只觉齐瑶这事儿充满了古怪。怎么看都觉得那姑娘已经被卷入了可怕的暗潮之中。如今她只是被人当棋子粘着，也不知道会怎样。但那是什么暗潮呢？把你去玲珑谷的风头都盖下去了。那算什么风头？真去了，怕是也不会遭人待见。洞里的2个小娘子还没榨干呢。难道非要榨干了？卢鼎对我们就算因为吃新粉的缘故服服帖帖，但若是吃新粉药效一去，那剩下的就只有恨。师弟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就下不了狠手啊？汪素素绝对知道交浅言深这个词，她把宋妍当自己人了。当初直接干架的说起了交心之言，反倒是相处不错的形同陌路了。谢谢。数日后，一艘去往玲珑谷的皮影翁船停在了南竹峰。是。石作翁侧头看了眼角落里的宋妍，哪儿的生面孔啊？师傅，南竹峰的一名弟子是陈丹青举荐过来的，峰主点过头的。南竹峰啊，是杂役出身吧？是的，石师。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啊！这次多学点东西，早日成为皮师。宋妍愕然了下，多谢石师鼓励。玲珑谷奇兽会其实就是个大型动物园的写生现场。宋妍获取了画纸画笔，投入到了这写生现场。他只是靠近终极妖兽，就能感到其周身那毫无遮掩的可怕血气，就感到脖子像被掐住了。终极妖兽应该对应修士里的炼玄4、5、6层，然后又老老实实的往低级妖兽出去了。宋妍来到了一处半人身高的鸟类妖兽前，宋妍扫了眼旁边标牌，铁羽雀3级妖兽，喜诗人。投入1个月时间，以眼前铁羽雀为契机，参悟画皮术。投入1个月时间，以眼前血刃麋鹿为契机，参悟画皮术。投入1个月时间，以眼前地形湿气血为契机，参悟画皮术。投入1个月时间，以眼前土遁息为契机，参悟画皮术。时间一天天过去，待到半月之期还剩几天时，又一只巨大的克制笼子被运了过来。当黑布揭开，其中露出一只有着短角的巨蟒。九眼秦然善以魔音引人，以魔文惑人，以魔毒杀人，再生生吃了这秦冉生脚，怕不是要成胶了。也亏得石师能弄到一条。九眼秦冉被称为终极妖兽中的顶层系妖兽，想抓活的，而且还是无伤抓，可比直接杀上难了许多倍。不过对我辈的画皮术也是最有帮助的。顿时间，一群修士支起画板，对着那九眼秦然挥了起来。宋妍直接看向那妖兽，投入1个月时间，以眼前九眼秦然为契机，参悟画皮术。就在这时，远处走来2道身影，却是漂亮师娘搀扶着石狮走到了九眼秦然旁边。画皮先画稿，画稿中若想画出神像，最重要的是什么？毫无疑问是眼睛。九眼秦冉多狡诈，魔音诱人，魔皮惑人，那他的神自是最狡诈的。点睛时只需观想狡诈，那便无误。此话谬矣。那吕长老有何高见？厉狠才是内。顾师弟的结论有所偏颇了。吕长老说的真好。顾汝峰与吕红这2系显然是在争一波的。你们说说，现在的九眼秦然神像何在呀？
狡诈、狠戾，这畜生还有吗？诗诗，这不过是九染秦然偶尔的一些反应，并不算他的神像。哎，此言差矣，吕长老，我恰恰觉得这也是他神像的一部分。顾师兄好厉害！那你们觉得呢？这九眼秦然的神像动了吗？然而话音落下，弟子们才激烈的讨论起来。忽然之间，宋妍想到穿越前看过的一个小故事，两个小沙弥一边嚷着说树动，一边嚷着说树没动是风动，而这时一道另类的声音却传了出来：树没动，风也没动，是心动了。他心中思绪转过，一股难以言喻的气机感涌入了他心底，这气机好似是通向画皮树圆满的。然而就在这时，远处忽地传来石狮的声音：宋妍，你来说。弟子正在想吕长老和顾师兄所言的话，一时还没有答案。上来，众人讨论，唯有你却低手发呆，该打，伸手。石作翁重重打了他3下。老头在少年手上狠狠敲了3下，然后望了望天空，接着又满含深意的看了看他，随后装着很生气的样子斥责起来。众师兄们也是恼怒的呵斥，拍着师父的马屁：师父，此人不过是个旁听的，他哪能听得懂咱们的议论？你还不下去？然而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老头什么意思？可到了3更时，他却是在洞府睡觉，而不去找那个给他暗示的老头。可老头也并未来寻他。2天后，玲珑谷奇兽会彻底结束了，空船载着这位南竹峰的弟子回到了原地。听说你因为不认真听课，还被石狮打了3板子。石狮讲的太高深了，听不懂啊。算了，去制皮吧。你呀，这是浪费机缘喽。怎么连师兄都知道这事了？哼，何止我知道，整个皮影峰都知道。石狮狠狠教训了一个不懂礼数的后生小辈，这脸丢的。你呀，别说师兄没关着你，去寻峰主道个歉吧。宋妍顿时明白过来，顾汝峰、吕红两派争石狮衣钵，把我被石狮打板子的事添油加醋的传出去了。如此一来，我就算彻底出局，之后无论走到哪都会被嘲笑，真狠呀！宋妍去到了山巅，来到了程丹青面前。弟子宋妍前来认错了。错在哪了？弟子纵然听不明白石狮的高深言辞，却也该认真听课，而不该垂手失了礼数。你没有错，是顾如风、吕红害你的。他们争衣钵，容不得任何变数，哪怕你在他们眼里只是个小蝼蚁，他们也容不下。纵然你没在这边栽跟头，他们也会随意罗织构陷。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没有靠山，所以无论是谁想欺负你，想踩你一脚都可以。他思绪激动，弟子今后便是程峰主的人。不愧是有悟性的天才皮师啊！不必多想，认真制皮去吧，你不会后悔今日选择的。多谢峰主。他完全弄不明白程丹青的意思，是派系之争还是其他什么？不会后悔今日选择只是说说而已吗？黄昏已至，远处地煞翻滚，鬼红色的雾气从冷峭绝壁之下攀援而上。宋妍心里没有任何头绪，迷雾重重，好想逃跑啊！这时，一只怪异的皮影乌鸦落在了南竹峰，看着那少年踱步往远。次日，宋妍重新取出一张妖兽皮，想起昨日心中浮出的不妙感觉，宋妍决定尽早提升自己的力量。你投入了100年寿元参悟画皮术，第99年的时候，你好似已经成了那九眼秦然，完成了点睛。正当你欣赏你的杰作时，而那九眼秦然的瞳孔竟然咕噜噜转了起来，继而九眼秦然皮影扑腾而起，将你吞噬。你死了，你领悟了招魂术，招魂术入门，修炼门槛炼玄4层。宋妍睁开眼，稍稍愣了下。我以炼玄2层之身领悟出炼玄4层的法术，这一波是直接遭反噬了，给皮影点睛，皮影活了，竟把我杀了。境界还是得想办法提升境界啊！宋妍轻叹一声，这段时间他越发确定，想要突破到炼玄3层是需要某种药物的。过段时间再去市方找找看，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吧。之后一连几日，乌鸦都没发现异常。这乌鸦自然是石作翁以秘法操纵的特殊皮影。那一天，他总觉得那南竹峰的小弟子似乎是悟到了什么，但迫于局势没敢说，所以刻意打了3下，看他会不会半夜3更登门拜访。偷窥了几天，却还是没有半点异常。按理说石作翁该走了，可这老头却偏生觉得总有那么一点不对。算了，不装嘞，摊牌嘞，直接问吧。这日，宋妍照常和班搭子汪素素打了招呼，然后回到洞府。到了门口，他陡然听到啪啪2声，好似是什么人摔倒在地。宋妍没有丝毫犹豫，拔腿就跑。你就这么怂吗？宋妍听出来了，这是石作翁的声音。晚辈入洞说，你听到的动静不过是老夫将你2个炉鼎给迷晕罢了。
无参幻鸦的羽毛中杂糅着天生的催眠类毒粉，对付修士虽然只能稍稍晕眩，但对凡人却是一瞬就可让其沉睡。是前辈，老夫想问你的话不变。什么话？九眼秦然的神像动了吗？宋妍双目露出思索之色，乌鸦满怀期待地看着他。应该是动了，石石，我是这么想的啊。他综合了一下顾汝风和吕红的话，硬生生编了一套说辞出来。此时皮影峰主峰之上，老者却已面色铁青。洞府外，漂亮师娘正和顾汝风对坐着，漂亮师娘不时被逗笑，笑得花枝乱颤。沐风，我进去看看。劳烦师娘了。说着师娘，但他眼中却藏着一种侵略的火热。漂亮师娘也大胆回应着这火热。诗诗，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只是有些莫名的烦躁。慢慢来嘛。小溪，这些年其实是我对不起你。你若是在外有喜欢的道侣，尽可以去，我会竭力补偿你。男人才华最重要，尤其是诗诗您这么有才华的人。石作翁点了点头，转身又思索什么事去了。漂亮师娘嫌弃的掸了掸长腿，转身又出了洞府。半年后，石作翁来到主峰影楼，似是随意的翻看着外面送来的皮影。他翻着翻着，手掠过了一份双头狼皮影，他嘴角一勾，想笑却又强忍着，直到回了洞府才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那名叫宋妍的少年是个真正的天才，一个超过了他的天才。大河后浪推前浪，精彩绝艳，一时之选呐！我知你心，你却还不明白老夫的意思。不过他已深深明白宋妍的顾忌，直接送宋妍一波，无异于让他去死。皮影峰主峰，神秘的黑暗厅堂里，这几个应该都是南无剑门的细作。多尾狐族终于来了个大妖，老家伙们不想战火蔓延到自家地盘，我稍作引导挑拨，他们就决定秘密前往边关拦下了大妖，而我则会留下来镇守。那我需要做什么？把傀儡宗少人镇守的消息无意透露给你能透露的细作，而我也会把这消息给那位苏家的七小姐，她的话应该还是有点分量的。到时候南无剑门必然出手，而我会率领傀儡宗的年轻高手们出战。然后杀吧，杀吧！你杀我一个，我杀你2个，你杀我3个，血流成河，满地都是修士尸身，我们会更壮大，会有更多同伴。程丹青也跟着狞笑起来。转眼到了冬天，期间宋妍不止一次地尝试着从张师兄那里了解关于大卫余孽的信息，然而张师兄却不以为意。这大雪连下几天就是没停，忽然之间整个洞府陡然一震。宋大哥，怎么了？一会儿如果是傀儡宗弟子来了，你们就说我外出战斗，让你们躲在洞里；如果是自称南无剑门，口称要斩杀邪魔外道的修士来了，你们就哭着说你们是炉鼎，终于得救了。雪柔，你一定要说你是镇南王王妃，然后哭着请求那修士为镇南王报仇。两女也都不是愚笨之辈，这一听顿时明白外面在发生什么。眼见师兄被敌人一剑贯穿腹部，接着他的身体就不听使唤地旋转起来，最后没了力气倒在了地上。可他不但不帮忙，反而掉头就跑。不料刚刚跑进深山老林中，林子里居然有2道飞剑飘来，如围观猴子般的看着他。我就说吧，肯定有小魔崽子要从这边逃。师兄，我们一起出手吧。只是这魔崽子的气息有点怪，想必是什么特殊的隐藏气息的方法吧。这不重要，出手！宋妍只觉炸毛，全身鲜血都要烧起来了。只见天穹2把飞剑射来，他一个懒驴翻滚堪堪躲过。宋妍好似被飞剑锁定，2柄飞剑竟以2马赫的速度对他穷追不舍。就在避无可避之时，他双掌推出，一瞬间飞剑上的玄气竟被他击光。2名修士奇怪的咦了声，快速落地。宋妍踏雪主动出击，一掌奋力飞速拍向离他近的那修士。那修士也不知用了什么东西格挡，但宋妍控制玄气全开，直接将其玄气吸去。接着手掌瞬黑凝煞爆发，他没弄明白自己的玄气怎么没了，半边身子就被炸掉。宋妍回手，以拔刀术迅速出指，一点屠人指，暴雨煞急速轰出，正准备冲来夹击的白袍修士胸口被贯穿，其愣愣的低头看了半晌，轰然倒地。宋妍大口大口喘着气，心境汲取的外来玄气在他体内横冲直撞。他快速在2修士怀里胡乱摸了摸，什么也没摸到，于是往地煞之地而去。不知跑了多久，他已经看到远处那混杂在大雪里的煞气了。到了！他深吸几口气，掏出一粒辟谷丹丢入口中，然后运行敛气归息，进入了一种如同死人一般的状态。没一会儿功夫，积雪就把他变成了雪人。时间1分1秒的过去，这一晚竟是意外的漫长，真就是神仙打架，重置逃窜。哭得他全身一紧。
什么人？这种时候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杀地？赤霞真人，你不是早就死了吗？你要带我们去哪？这竟是吕红的声音。赤霞真人，你是40年前被我傀儡宫3名封主联合出手才镇杀的那个正道强者，你怎么可能还活着？而且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我们所在的密室应该不会有人知道。你怎么发现的？这些声音，宋妍细细辨认，竟是那日玲珑谷皮师们的声音。鬼修，赤霞真人是鬼修，他战死之后，尸体落在了煞地，然后被鬼雾侵袭，而变成了鬼修。想到这里，一股毛骨悚然的情绪就笼罩了他。赤霞真人能够精准地寻到皮师们所在，那是否意味着在皮影峰还匿藏着一个很可怕的鬼修？而这个鬼修的地位还很高，那是谁？程丹青，你到底是谁？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这3个字一吼出来，宋妍彻底炸毛了，所有疑惑在他脑海里几乎一瞬间全得到了解答。程丹青是鬼修，难怪他说我不会后悔那日的选择。他背后能够将我临时塞入玲珑谷之行的高层，也是鬼修。能做到那种程度的，整个皮影峰应该就只有峰主，峰主都是鬼修，一定是南无剑门和傀儡宫厮杀，谁最开心？当然是鬼修，因为许多修士战死之后，尸体会被他们带入煞地，其中有部分会成为新的鬼修。皮影峰的皮师们技术很好，鬼修就把他们带走，囚入煞地，为他们鬼修制皮。峰主在战前以保护皮师的名义，把吕红等皮师送到了密室，然后让同伙一个反手掏了个干净。无数思绪闪过，宋妍忽的又产生了一种劫后余生之感。若不是当初故意表现不好，说不定也会被提前保护，提前送到那密室里，然后现在应该也站在吕红他们的队伍了里吧？顾汝峰呢？密室里就这么多人，我都带来了。不对呀，顾汝峰应该也在密室啊。他或许跟石作翁去了前线，石作翁倒是个人物，大战一起却不愿意藏在后方。他大限将至，想留个名声吧。只可惜鬼修的成功率并不高，而且纵然成功了，原主的一些力量也可能会丧失。鬼修，庆幸你们是皮师吧，今后你们在山中和在外面一样，只是不许离开而已，不会杀你们的。说话声渐去渐远，远到宋妍再也听不清。顾汝峰不见了。此时傀儡宫南无剑门对战的前线，一道黑暗的怪异身影手握传讯玉，听着来自远方的汇报。一个小小的顾汝峰应该没什么关系啊。然而皮影峰峰主却没有回话，似在思索什么，随后突然开始越退越后，手掌一翻，抓出了一个不知什么玄器，开始施法。又过了会儿，整个战场陡然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4道恐怖的气息突然莅临于天穹，骑士覆压而下，战场万般能量如被拨云见日般散开，诸多声响也沉寂下来。傀儡宫那4个老不死的怎么回来了？他们不是该去迎战多尾狐族了吗？对，今日乃我傀儡宫宗中出了鬼修，还占据了高位。我等4人若不离去，他还不会现身。既有鬼修，再战无益，且休战如何？3道气息却早已突兀地向着某一处射去，而那一处地，皮影峰峰主却意识早已完成了某个施法，随后竟消散无踪。在那3道身影追到煞地深处，俯瞰着那红玉血海般的煞地中心，终究还是没敢进去。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会有戒备？好像是顾长老把他孙子悄悄接回来了。那顾长老又是怎么知道的？你练了内功，脑子不好用了。顾长老是和我们一起去边境的，他当然知道。胡闹！今日暂且这样，他逃回了煞地，不宜深入，从长计议吧。 4位大能莅临的动静很大，以至于宋妍都能勉强听到一些事情，他大概也能通过脑补推演出来了。南无剑门想除去傀儡宫这个大毒瘤，而鬼修意在谋划，促成南无剑门和傀儡宫相杀。皮影峰峰主才会将齐瑶这种半吊子细作收入内门，以当个传话筒，及时把4老秘密离去对抗边境多尾妖狐的消息通过传话筒传了出去。傀儡宫4老猛不丁扑回，其目标却不在南无剑门，而在门中那作为鬼修的皮影峰峰主。可那皮影峰峰主却也似是通过某些未知的蛛丝马迹，险之又险的跳出了这杀局，安全的回到了煞地中心。太危险了，许许多多算计，许许多多阴谋交织一处，全在今晚爆发了出来。但他又侥幸的跳了出来，逃过一劫。否则此时他应该也在去往煞地中心的路上，又或者在跟南无剑门拼杀中已经死去，又或者鬼修身份会曝光。那些鬼修一个比一个奸诈，他们会看不出来问题吗？总不可能天真的老乡见老乡吧？齐小姐，走吧，这次之后你的身份必定暴露，披风没必要再待了。苏家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无论我做什么，也不会有人在乎的。他们恨不得我死在魔门吧？总有人会在乎的。谁会遇到的？齐瑶或者说苏瑶叹了口气，然后拎起剑，随着黑影走向了南无剑门的阵营。一夜过去了，机关石门慢慢开启，紧张无比的往外看去，却见个熟悉的男子站在门前，不是宋妍又是谁？结束了。
两个女人同时被囚禁在山洞里，可两人的心情却天差地别。一个是在药物的控制下才对男人言听计从的，而另一个却是她自己投怀送抱。昨夜男人出去躲避灾祸，今早他竟活着回来了。两人此时表情也不知是喜是忧，终日只能在洞府当炉鼎的日子，他们真的已经过不下去了。结束了。3天后，混乱终于稍稍平定了，张印也被证实了死亡。他为张印收了尸，寻了处风景不错的地方将他火化。因为鬼修的缘故，火葬死去的弟子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张师兄，一路走好。宋妍他倒不是在为张印悲伤，而是有一种唇亡齿寒的不知何去何从的茫然之感。这一战让我深深感到了突破境界的重要呀，但炼玄3层是需要某种外物的。师弟，快回南竹峰，宗主来了。这王素素也是奸猾的很，那一晚不知怎么活了下来。这宗主自是傀儡宗宗主，也就是五大封纸人血尸皮影机关奇毒之首的纸人峰的峰主。一个漂亮的纸人，一晃就变成了白衣美人，站在南竹峰高台上。你们是门中低级弟子，但却也深藏玄根，未来说不定有人能有所成就。白衣美人发话，可声音却是个老者声音。所以你们不该死在这里。如今门中局势并不好，鬼修们不藏了，多为狐族长驱直入，所幸我们和南无剑门暂时达成了停战协议。本座决定炼玄4层以下的弟子全部遣散，你们去凡间皇朝避难，无论藏哪都好，5年之内势必好转，到时候再回来便是。白衣美人抬手一挥，那广袖中飞出一个匣子。这丹对你们修炼有促进作用，纵使凡尘玄气稀缺，也不至于让你们境界跌落，但这丹也是毒药，5年之内若不回，那就死在外面吧。一个个来领，领完之后速速下山。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所有弟子都惊呆了。杂役是被抢来的，能回家也是好事。顿时间有个弟子冲了过去，迅速抓起一颗丹药丢入口中。宋妍无奈上前取了丹药，在那纸人的目光里吃了下去。次日一早，一辆马车出现在山脚，车厢里坐着心情复杂却又激动万分的邱小娘子和王妃，在一边汪素素则是骑马而出。师姐要从路吗？你去哪儿？西蜀。西蜀那可是三国里玄气最少的地方，我可不去。那师姐保重。你也保重。又是数日，一只背着包袱的漆黑乌鸦却落在了车顶。我知你心，你懂我意，我的衣钵只会传给最适合的人。若认我为师，向傀儡宗方向磕3个头吧，外面人前不必承认。落款石作翁。宋妍露出笑，看着傀儡宗方向。神像没动，动的是心，心若动了，又岂能画出不动的神像？这就是弟子的答案，希望老师您能满意。他大概明白了自己的破绽所在。当时他画皮术已是彻底圆满，在点睛之时，总会在极其细微的地方露出些微的破绽。入夜，马车停在一处荒林，两女裹着毛毯睡在车厢。宋妍跪下，恭恭敬敬磕了3个响头，然后拆开包裹。包裹里除了最上面的那一封信，还有4样东西：4个玉瓶，一黑一绿一白一红，一个锦匣，里面装了2块鸭蛋大小的散发着玄气的金玉。他取了最下方的一封信，拆开默默阅读：凡间玄气稀薄，仅能以双修之法修行。这2块大玄玉可助你修行，等同提供你于南竹峰洞府修炼4年之玄气，让你早日破入炼玄境。锦匣里有一枚储物戒指，老夫衣钵功法就在其中。戒指唯一禁制便是你的气息，这是老夫之前在南竹峰洞府中取你一丝毛发所施。你入了炼玄，自可以玄气破入戒指，取得功法。在这之前务必小心保管。黑玉瓶里装着解药，宗主未必能在5年内解决麻烦。若在那之前他陨落了，那等待你们的就只有一死。然你纵然服下解药，但宗主若未死，5年之内你定要回来。宗主给你的那丹里不仅有毒素，还有一缕他的气息，你若不回，他必杀你，睚眦必报，此我们作风。可若宗主真死，你便无需返回，而可另择一地小心修炼。我皮影一系的玉气术最低也需炼玄4层才可施展。绿玉瓶里装着24枚大玄灵丹，每2月吞1枚，粗
足够你4年修炼。白玉瓶里装着炼玄3层所需的剥皮膏，2层圆满后涂抹周身，再行修炼，可助突破。红玉瓶里装着炼玄4层所需的验髓丹，于平静时服下，消化药力，可助突破。宋妍迅速取了储物戒指。纵然是张师兄也是没有这戒指的，很显然是珍贵无比了。戒指空间虽小，内藏却颇为丰富。第1本石狮的制皮经验，第2本玉皮术，第3本小五行蚕丝手，第4本画皮招魂术，第5本百象神玉。石狮的衣钵功法，白瓶中所装乃是包皮膏。投入6年，参悟境界。你使用包皮膏涂抹周身，你的皮肤有一种打开的感觉，变得可以吸纳玄气。你吞吃了黑瓶中的解药。第5年，本该死去的你却未曾出世。6年结束，你合计收获玄气106缕。你已突破炼玄2层的束缚，你相信积累就可以达到第3层。宋妍隐隐与体内那10脉玄气相连，从而即将构成一个整体。继续，在花费了298年的时间后，他成功突破了炼玄3层，然后又消耗了验髓丹和334年的时光，突破到了炼玄4层缕玄气，入得骨髓。又是334年，他突破到了炼玄5层，千缕玄气换心血。再是334年，他突破到了炼玄6层，千缕玄气2次换血，直接又是几百年下去，却始终是无有进展。下一步很可能是触及脏器，很显然这需要某种秘药来护住脏器，就像包皮膏和验髓丹起到的作用一样。宋妍停下了境界修炼，转而开始修炼法术。搜魂术525年推演圆满，并变异成完美法术鬼煞还魂术。鬼煞还魂术可以直接吞了旁人的魂魄，然后再揉杂煞气吐出，送回原本身体，使其变成一个听命于你的人。气爆术527年推演圆满，并变异成完美法术煞潮术。玉皮术687年推演圆满，并变异成完美法术十指换皮。画皮招魂术3020年推演圆满，并变异成完美法术画皮击魂术。小五行蚕丝手152年推演圆满，并变异成完美法术五行手。百象神玉8211年推演圆满，并完美变异成秘术百象魔身。一套疯狂的推演结束后，这一波他直接消耗了15281年寿元，寿元也从寿元17956分之22变成了寿元2675分之22。他扫了眼面板，姓名宋妍，寿元2675分之22，天赋鱼兽道果，境界炼玄6层，灵根烈至鬼玄根可以寿元推演，功法玄气引导术可以寿元推演，法术百象魔身圆满2次完美变异，画皮击魂术圆满2次完美变异，五行手圆满1次变异，十指换皮术圆满2次完美变异，煞潮术圆满2次完美变异，鬼煞还魂术圆满2次完美变异，明煞控玄术圆满2次完美变异，暴雨煞圆满2次完美变异。少年一夜未睡，却神清气爽，已经无法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来形容，而是直接从17时代踏入了工业革命的感觉。邱小娘子和王妃还在熟睡，痴心粉也有一段时间没给他们使用了。此时此刻，宋妍与他们的关系就已经变了，变得不再是保护伞，而是狱卒。宋妍可是杀死镇南王的直接凶手。宋郎破境了吗？问完，他又似是意识到这问题有些不妥。我是担心前途凶险，若是宋郎未曾破境，需要小心一些。虽说两宗达成停战协议，可这宗门之间，那在某些地方也与皇朝之间无异，嘴上一套，手上一套。之前在傀儡宗附近还好，可现在已经到了西蜀境内，郎君还是需要当心一些才是。本快破了炼玄1层，可却无奈遇到鬼修作祟，狐妖入侵，不得不离开宗门。雪柔，你说你娘家乃在西蜀山兰城，如今去那儿可靠吗？我敢确定，那些人只要还活着，就一定会认我。我们去了，定能安稳。又是数日过去，马车走走停停，在西蜀国野外行走，他隐约竟捕捉到了镇南王3个字。当朝皇后被迫一天接客100人，3000妃子更是沦为士兵的玩物，就连王公大臣也被当作贡品献给罗门。皇帝如丧家之犬，连夜逃窜，将军也只能领着残兵躲在山谷中苟且偷生。逆贼自立晋朝，如今迫于无奈而迁都，将要南下。既有蜀王支持，这或许是我们夺回江山的机会。这真的是陛下的手笔吗？陛下去了山海妖国？大将军，你意思如何？我父王镇南王早被逆子捆绑，现与傀儡魔宗。对那些逆贼，我恨不得生带血肉。我自是没问题，但还需等待时机。如今邱先生既把控商脉，还需多多借此探查外部消息。这是自然。邱某妻子俱死，小女失踪，如今所剩的便是这复仇的恨意。宋妍默默听了一会儿，不禁有些意外。没想到他们家人都在，让他们重获自由，也能让我安然离去。小半个时辰后，一辆马车来到大营门前。停下！本宫乃镇南王王妃，谁敢放肆？先停车！你若真是王妃，自有人认得。稍等。片刻后，一个全身银甲的男子从远匆匆而来。娘！
连月，爹，连月，爹！父女俩抱头痛哭，然后他们都诉说着这些年发生的事。莫非是说那小魔崽子听到了这边动静，特意将你们送来了？曹雪柔点了点头。大将军面露狠色，杀意顿起。3个月后，西蜀天云城，幽灵青衣楼和孤竹帮两大帮派正厮杀着。姑娘，你没事吧？这野人行走动作古怪，刚刚巧妙无比的帮花玲珑化解了杀招，并且搂着他的腰肢往后退去，可一刀一剑一斧子继续往花玲珑落去。野人把花玲珑一放，低手要寻什么？用我的。那野人也不推脱，直接拿刀，3刀舞出后，那3名江湖中有数的高手就全部负伤倒。3对眼睛震惊地看向野人，花玲珑的眼神也亮了。这位众人看着冰清玉洁的清纯女子，其真实心思却是狠厉无比。她按压着心中的偶意，越发温柔地看向那野人。3日后，江湖传出一野人横空出世，耍得一手出神入化的武功，然后竟被雪域牡丹花玲珑给带回去了。尝尝我的手艺。这几月，宋妍学得江湖各种奇功，并全部推演至圆满，以隐藏到江湖之中。因为修玄者不可能有时间去修炼武学的。自那日送别两女后，他在天云城附近观察几番，便择定了花玲珑作为切入口。5年之期，隐于江湖，静待傀儡宗最终成败。宋妍前世今生还没正儿八经谈过恋爱，而作为穿越者，心底也都装着一个武侠梦。可此时他看着推来的琉璃盏，再抬头看向对面，那娇俏的脸正期待地看着他。宋妍忽地重重叹了口气，怎么了？宋妍手掌一翻，从储物戒指中取出了一瓶痴心粉，麻溜地送入了他张开的红唇。我宋某人在修玄界唯唯诺诺，到了江湖上还不能重拳出击吗？此时情形突变，明明是他下毒，却被对面那野人直接拿了个不知什么的瓶子，把粉末倒入他口中。别动！好计谋啊！原来你是孤竹帮的人，你们真实的目的并不是杀我，而是控制我。那3人的惨死也只是为了帮你铺路，让你接近我，好对我下手，对吗？对，你说的对。此时那痴心粉的药效似是在迅速发作，倒是上好的情药，药效很快，想来片刻之后，我神智会彻底消失。等我再清醒，应已失身于你。不过我花玲珑并非一般女子，纵然被你夺了身子，你想要摆弄我、掌控我，那也是不可能的事。说着话的时候，他已经缓缓夹紧双腿，不过10数息功夫，他已彻底沦陷了。郎君，莫等了，无论你想做什么，我都会帮你。快来取了奴家红丸。宋妍将他横抱而起，然后丢到了床上。他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沉沦在了欲念之中。许久，花玲珑睁开眼，床上已是一片狼藉。只见那野人正坐在桌前，饮着他下了焚血神水的鸡汤。炼玄6层的体魄无比强大，这种能毒死普通武者的毒药，对他来说竟是别有一番风味。原来你不知道汤里有毒吗？那我和你现在到底是谁控制了谁？我只希望姑娘暂时倾心于我，真诚于我，事后一切了无痕迹。你知道有毒还喝，你有病吧？我是野人，可也得有个名字。你收我做了义弟，给我起个花荣的名字吧。你不是孤竹帮的人？不是。那你一定是飞燕快剑门的人。你们终于知道幕后凶手是我了吗？你还挺能干。难不成你与寒水山庄有渊源？这就可以解释你为什么能轻易辨别出焚血神水，也敢将其饮下，因为你有解药。而你给我下了情药，却又不上我，是因为你打心底里厌恶我，根本不想碰我这个屠杀了寒水山庄的女魔头。可你却希望通过更狠的手段，让我终生生活在痛苦里，生不如死。我的痛苦会为你的复仇带来最大的快感，我说的对吗？这汤里能引动气血，让人出点汗的东西叫焚血神水。花玲珑震惊地看着他，他为了得到这份血神水，屠杀了那早不问世事的寒水山庄一家老小，结果竟对这个野人无效。你是修士？不可能，你不可能是修士。修士只是修炼自己的法门，就已经会耗尽时间与精力，绝不可能修炼武道，而且还修炼到你这么出神入化的层次。而且天云城周边毫无玄气，根本不可能有修士过来。你可能服用过某些天才地宝，又或者得了某个老怪的传承，所以才会有此体魄，有此武功。花玲珑面色复杂地看着他，他能感到自己已经彻底倾心于眼前的男人。花荣，明白了，我会按你说的做。我就知道玲珑姑娘是个聪明人。不过我在幽灵青衣楼的地位还不稳，如今我不过是楼中2大势力之一，楼主已老，便想着让我两方通过比武的方式定下强弱，纵使手下亦可出手，但最终胜者才为楼主。1个月后，两人各自代表所中的大哥，在这出云城外的银瀑湖边比武。一方是幽灵青衣楼第一剑客狮王力狂战，另一方则是幽灵青衣楼雪域牡丹最近认下的义弟花荣，谁胜便是谁继任楼主之位。
数千人围观两个绝世高手互殴，本以为是场惨烈的绝世之战，可比武就连刀剑都未碰撞一下，不料一瞬间另一人全身就只剩一个花裤头了。此时纵然是他都目瞪口呆，好似悠然沉浸在对方的招数里。江湖刀法大家自电刀的拔刀术，再将血手派的绝学屠人指化指为刀，还有风流12剑的韵味。只不过那12剑已经化为了一刀中的某个动作，将灵动发挥到了极致。不对，还有空山孤客的残秋枪，南山老人的大手印，还有更多的韵味融在其中。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世上绝对不可能有人能将武功修炼到这种地步，还能融合起来。不可能，不可能！力狂战乃是武师，他辨别出了对手这平平无奇一刀中所蕴藏的恐怖技巧。可能，不可能，绝不可能！华宗师实在好本事啊，花楼主！今后你我携手雄吞孤竹帮，一起把势力做大。此间素来有着云城凶险一尸三郎的说法，银瀑湖一战后，神龙就是江湖中人给宋岩的称号。时间一晃，便已入冬，这距离宋岩离开傀儡宗也快1年了。欺人太甚，欺人太甚！我孤竹帮的基业不能毁于我手中。帮主，人来了，有请。帮主可想好了？帮主当知，我本是大魏供奉，一介散修，突破无望，就想在个和平的地方享点清福，对你没什么威胁。只要黄县长能够帮我将那幽竹青衣楼的一龙一尸给杀了，待我夺回3城26县，定将一半分给黄县长。不若我直接出手杀了那花玲珑。县长还有多少玄玉？没了。那在这毫无玄机之地，县长的法术还能够用几次？花玲珑所在之处必定高手无数，他们必然有在外落单的时机。届时就请黄县长出手了。那神龙花荣武学造诣非常可怕，县长还请小心。也就一件的事儿。数日后，黄袍人惊骇地看着面前的男人，他双腿踢疼，但那男人大手如铁箍紧扣着他脖颈，将他提着半悬空中。不可能，可能。宋岩一般也不在这里动用法术，可今日他却莫名地遇到了一个散修的刺杀。他左手抓着那黄袍人，煞气随指而出，冲入黄袍人眉心，化作一只恐怖的凄厉鬼口。鬼口一吞，直接将黄袍人眉心的那点元神给吞了下去，须臾又不滚。这是由搜魂术2次完美异变形成的鬼煞还魂术。宋岩看到他的记忆，轻轻舒了口气。丧家之犬，一介落单散修而已。去，谁让你来的，就去杀了谁，然后大闹孤竹帮，直到被杀死。黄袍人如得到了圣旨，转身向孤竹县方向而去。第二天还在商量着怎么攻打孤竹帮的青衣楼得到消息，昨晚有一散修大闹孤竹帮，孤竹帮帮主惨死。随之几天的功夫，青衣楼便一统天云城周边，就连蜀王特意遣使送来贺礼。终于统一了，像做梦一样。可世人皆知你我并非姐弟，今晚我若猜的没错，那药效早就过了。我知道你不是个普通人，你接近我是需要我，你有你的目的，所以你需要和我加固联系，只有这样你才会更相信我。宋岩侧头，窗外未尽的灯笼红光油然照来，照出一具饱满有力的洞体。月余后，数匹快马却从远而来，莅临了这蜀地边缘之城。花楼主，容我介绍一下，这位乃是一名散修世家的族人，他来这里是希望你们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客气了，不知是什么帮助？我乃散修世家族人，名赵三四，听闻花楼主乃是此地江湖魁首，花荣宗师更是武艺通神之人，所以我们想请2位帮忙探查一下，最近这1年里可有什么奇怪的人出现？奇怪的人？那人许是有些蛮力，体魄也当不弱，可有失踪案呢？尤其是漂亮的年轻女子，英俊的年轻男子失踪。花玲珑低头吩咐了几句，那女子直接领着赵三四去楼中调档案了。果然屁的停战协议，什么散修世家，这就是南无剑门的使者，这是等了1年来斩杀魔门避难弟子了。冤枉啊！冤枉啊！可很快，室内有个已然被玩弄得不成样子的少女被带了出来。官府衙役上前遇上镣铐，那男子去世陡然爆发了怪力，一个猛冲竟将其中一个衙役撞飞。可才出大门，就看迎面一剑掠来，随后插入男子左肩，接着钉在屋舍墙壁上。南无剑门，你们背信弃义！我乃散修世家赵三四，不是南无剑门。你傀儡宗作恶多端，人人得而诛之，偿命吧！他一掐剑诀，刷刷2剑就让那男子身首分离了。花玲珑看着这一幕的修饰手段，有些暗暗心惊。又是10数日，天云城周边3城26县居然一共查出了2个魔崽子。赵三四杀完2个魔崽子，又与蜀国使者来到幽灵青衣楼道别。
这其中有我散修世家的令牌，若能帮忙，我家自会出手一次。多谢赵先生了。那赵某就此告辞了。待到门前，早有一辆马车相候。赵某虽玄修，却见过江湖中不少高手，但这些日子走来，却到处听到花神龙江湖无敌的名号，着实有些好奇呀。赵先生，我义弟不是魔门之人。一招。说罢，他又看向御手席上老者，去吧。老朽王四五请教一招。一老一少彼此握刀，彼此拔刀，继而出刀。半个时辰时间后，马车离开了天云城。王老，你乃南吴江湖鬼手，那男子武功当真比你高吗？当真不是法术？苏三先生，请不要再怀疑他了。哦，您是不懂武功，若是懂了，如何？您就会敬他如神。如此精彩绝艳，倒是可惜了。又过大半年，花玲珑因为见识过了散修飞剑，从而心慕修士，继而开始派遣弟子在周边寻找修士的痕迹。这一搜就是搜了1年多。散修方式找到了，在哪儿？我已经派人去尝试交易了。如果安稳，你再过去吧。那方式既然可以和寒水山庄的老头子做交易，凭什么不能和我们做？那我该走了。白雀，把门关上。你应该知道，我是个女人，而我只有你一个男人，也只会有你一个男人。见过你，旁人便入不得眼了。桌下他抬起绣花缕，轻轻的却又大胆的蹭向了宋妍。在被撩拨后，直接起身横抱起花玲珑，转身入屋。经过数月的测试，那释方倒是没问题。宋妍走着走着，他看到了验髓丹的字样。买啥子？请问姑娘，这丹药是谁炼的？你管那么多干啥子？我需要更好的丹药。你有？姐姐，有一个定制丹药的大修士来了。老板卖药却不收金银珠宝，反而要一些纸做的纸人，又或者拿毛笔绘制的符箓。只见男人裤兜里掏出一个皮影，中年老板不可置信地看着他。无声幻压，这是可以了。那便交换吧。那我需要和你事先说好，突破炼玄6层的丹药名叫断脏丹，但我不确定你能不能用，因为这丹药可能有很长时间了。这是什么意思？你要不要？我闻一下。只能一下。宋妍取了丹药，稍稍嗅了口气，随后就投入1月寿元进行推演。换了，成交。这位道友，方才我进入这里后，竟然感到了不少玄气。这里难道有玄脉？说有玄脉，我们早就开宗立派了。这里并没有玄脉，有的只是一具巨大的妖蛇尸体。这蛇尸的玄气倒是颇多，还够我们修炼个30-40年。他顿时明白了释方总是移动的原因。道友，你们这边安全吗？我看你们这儿不错，也有点想定居。当然安全，你安心定居便是。这里10年一次会有一处名为魔爪的禁制打开，我们方士散修会组队进行探索。那其中可危险？有机缘，当然有危险。魔爪下一次开启时间乃是3个月后，如何？你要不要一起？宋妍心里直接就被拒绝了。我再想想。他目光忽地投向一处，花纹是蛇皮上的花纹，但不知为何却莫名的胀开了。尸体会腐烂，会萎缩，还是第一次看到死了之后会胀开的尸体？或许是我见识少的缘故。他对中年散修行了个礼，便快速带着断脏丹离开了。投入10年寿元，以断脏丹为契机，修炼玄气引导术。您投入了10年寿元，您的心炸了。您投入了10年寿元，您的肝爆了。继续。时间一晃，就是4个月过去了。宋妍一口气花费了667年，如此一来，炼玄9层便登顶，扫了眼寿元1817/25。还是傀儡功好呀，兽皮根本不用愁，眼看寿元就要用完了。宋妍又仔细想了想，他决定还是得去蛇师释方淘一本比脸气术更高阶的法术。宋妍轻车熟路地来到这名叫丹辣子的摊位前。爹，太乙来了！太乙是宋妍给自己这散修身份起的道号。宋妍一愣，这位中年散修竟是断了一只左臂。太乙道友，我还得谢谢你。丹道兄，这是怎么了？无理了。在外看寻常的屋舍，内里却极为奢华。一漂亮美妇为两人倒了茗茶。太乙道友，这是我道侣春云。春云，这是我之前和你说的太乙道友。太乙道友，我家这口子可惦记你啊，说是你也许是个厉害的皮师，你如今炼玄6层，我家这口子稍胜一筹，已经炼玄7层了，若是为邻，还是可以帮到你的。是啊，太乙道友，这次我蛇师方士损失惨重，你若来了，也能成为方中前5，话语权也是不小的。另外，我们这边有个漂亮女修，境界乃是炼玄5层，她道侣刚好死在魔爪中。
拜乙道友若是留下，剑内可以做媒。道兄，魔爪竟如此凶险，怎么损失如此多？这次我和几位练玄境界里层次颇高的道友组队，一同进入魔爪，想要开荒探索一些新的区域，结果我那些道友全死了。那巨恶妖魔太过恐怖，我也是在关键时刻用无声幻压帮我挡了一击，这才狼狈逃走。不过收获也是颇为丰富。我看是方摆摊的不减反增，这是怎么回事啊？还不是因为魔爪中资源充沛，有好几人得了机缘，竟是直接从无玄根生出了杂玄根，那些境界低下的小修士收获就更丰富了。这魔爪好是好，但深入则会出事啊。玄根还能靠外物长出来的？宋岩并未答应留下，也未拒绝，只说还有未了之事。他在集市转了一圈，倒真是寻到了个好货。将此符贴于鬼物身上，可以束缚鬼物，原理是可以将鬼物煞气吸起。他寻了处安静的地方，将封印符贴于其下，有用。没过几日，外面的消息也开始陆续传入天云城里了。大晋迁都魏国二皇子连同原镇南王世子的大将军从蜀国突出起兵，趁机攻入皇都。魏国复国了，二皇子颇有贤君风范，大将军管兵有方。魏王居然回来了，二皇子还魏于父。魏国皇都好似闹了妖灾，皇都百姓仓皇逃离，听闻那些妖魔都化了人形，直接抓了志同壮汉当街砍射，种种凄惨，简直是人间炼狱。父皇，是毒酒，非我族类，其心必诛。只是未曾想到能凶残到这般地步，这还是人吗？这还是人吗？其实不怪你的，谁都没想到，不怪你的，父皇。二殿下，你疯了！你想领兵于闹市去杀妖狐？这是老祖宗啊！这是我们大魏还能立足的根源力量。今后我们不是凡人国度，而是有大能坐镇的国度了。你怎么能请老祖去赴死呢？你现在要做的是向老祖禀明情况，然后登基才对。大将军，你要我帮着妖魔蓄养百姓，做他口粮吗？那不是妖魔，那是老祖宗。曹正进、镇南王就是这么教你的吗？我父教我识时务者为俊杰。二殿下拿什么去和老祖斗？北地虽闹妖灾，但不少百姓还是对我皇家抱有信心的。如今我当街冲杀，纵然身死，百姓也该明白，此非大魏皇室之过，而是妖魔已至。话已至此，曹正进昔日镇南王世子，如今的大将军默默退开了。禁军，随我出宫。一个多时辰后，闹市一杆长枪刺穿了二皇子心脏。二皇子怔怔看着持枪之人，他认得这是大将军麾下的猛将。他目光在扫向远处，却在人群里看到了大将军。数日后，魏王先薨，皇子在崩，大将军临危受命，踏步上了那皇宫大殿。平身。岁月迁移，转眼5年已到，傀儡宗并未传出惊天之闻，那位宗主显然还活着。宋岩在傀儡宗周边晃了一圈又一圈，一切正常，还算安全。师弟，汪师姐，你还活着？唉，不容易啊。这5年你修炼可曾落下？师姐呢？我已入了炼玄1层。厉害！南无剑门之前搜人搜得那么凶，汪素素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能破境，很显然是炉鼎修炼不曾停。师弟呢？我也入了炼玄1层。师弟也很厉害啊。还是师弟会修炼。那有着多尾狐族血脉的上好炉鼎，小的用药喂着，带到山下再慢慢吃。不像我啊，只知道狼吞虎咽。师姐弟俩边说边走，但还未到南竹峰顶，就看到一群人稀稀疏疏的掠了过来。可是我傀儡宗弟子。是的，长老，5年之期到了，我们才回来。入炼玄了吗？入了。那正好，招新还缺人手，你们先跟我一起走。宋爷，恭喜顾师兄成为长老。如今我皮影峰人才稀少，这才让顾某当上长老。宋师弟如今入玄了，也是可喜可贺。简单的寒暄后，顾汝峰就不再理睬宋岩，一行人出了南竹峰的释放口，未几便是黑压压的数千骑兵急来。大靖将军董同山奉吾皇之命，听候先师调遣，随我们一同抓人，抓后押回就是了。说罢，他抬手招出一架皮影通舟。时间一晃，便是数日过去了。宋岩还记得自己当初就是这么被招新招过来的，可没想到一转眼的功夫，自己竟然也去招新了。所谓招新，基本就是沿途抓到的青壮女人全部丢笼子里。你那点压箱底的传承，不如也交给汝峰吧。我知道那传承对你很重要，所以早一点传给汝峰，那你也能早一点舒一口气，不是？我也是为你着想嘛。美妇撒着娇，但石狮却怎么都不言语。终于，毕怀一似也厌倦了，走出洞府。
老东西倒是把那点东西看得紧，也不知有没有提前传给谁。而这边宋妍看着远处顾汝峰手握通讯玉，似是在和谁交流什么。他面色铁青，眼露怨恨。老东西！宋妍瞳孔稍凝，心中了然。看来老师还活着，不过我得找机会杀顾汝峰了。虽未揭晓，但恶缘太深，不得不动手了。招新顺利结束了，一个个铁笼子被运上山头。顾汝峰辞行众人后，便独自离去。忽然之间，他若有所感。男人从怀里掏出一面护盾玄器，空中赫然出现数道光盾将男人护住，随后一掌拍在地上，瞬间感知扩开了数十丈。他看着由双头狼白刺鹿铁羽雀的组合怪物，心中害得几乎炸毛了。此刻他虽然震撼，但也对爷爷给自己的防御法宝有信心。可下一秒10丈怪物一脚踏来，护盾就如纸糊般破碎成渣渣，随后坚硬的巨手破空忽来，接着他感到自己的脸被一只粗糙的五指紧紧扣住，然后双腿悬空，下意识地踢腾起来。他还未有下一步反应，只觉眉心元神极度刺痛。顾汝峰却连个不字都没发出来，变成了具没了神魂的行尸走肉。可须臾内失焦的眸子就又重新恢复了神采。去煞地，然后自杀。顾汝峰竟二话不说，重新驾驭血刃麋鹿转道往西而去。今晚他会死在煞地，然后被鬼物夺身。傀儡宗和鬼修本就有仇，少一桩不少，多一桩也不多。宋妍杀完顾汝峰，就立刻回到了洞府，一夜辗转反侧，一时竟睡不着，对明日的不确定自是难以安心。同样难以心安的还有顾汝峰的姘头师娘毕怀一，她要和情郎私会，同时密谋一下怎么给石作翁下，怎么逼他交出衣钵。但他已经等到了3更天，却还没等到顾汝峰。一夜过去，顾汝峰失踪的事儿彻底散开了。如今皮影峰的代峰主正是顾汝峰的爷爷。顾天养暂停了一切活动，然后直接发动所有弟子四处搜查。宋妍心中有点小无语，昨采宰了顾汝峰，今天就来寻找他了。顾长老，你在哪儿啊？顾长老，顾长老，是你吗？顾长老啊，不是，大家小心，是双头狼，是双头狼！一阵激烈厮杀，那双头狼妖兽终于被几个入了炼玄一层的弟子合力击杀。妖兽真可怕！汪素素撇了撇嘴，一脚踢开狼脑袋。没意思。是啊，解药还没拿，就出来搜索顾汝峰，真是没意思的很。师姐，昨晚还看不出来，今天一看，好像多了不少同门。5年前我们离开了，但这5年里，却还有新鲜血液源源不断的从外补充进来，只是损耗比较大而已。但我们那一批的，怕就只剩我和你了。师弟，我们要不要多亲近亲近啊？说起来，师姐还没尝过你的味儿呢，要不今晚试试啊？师姐呀，肯定让你舒舒服服，保准比你的每一个炉鼎都更舒服。算了吧。害羞呀？有点。师姐也是呢。1日的搜索，顾汝峰的尸体还是被寻了出来。此时这尸体横陈在皮影峰主峰，体内满是流转煞气，还有鬼物已然藏在血肉深处。顾天养愤怒的抬手一点，那诸多鬼物吱吱吱的逃了出来，胸口有一击是致命伤。有发现吗？是看不出来吗？虽是躯体被煞气冲击，但致命伤却是在胸口，这是剑伤。5年前我记得峰主你给他送过一把剑，那是一把很好的飞剑，是我缴获的战利品。这伤口与那飞剑宽度一般无二，只可能是小峰最亲信的人在他放松警惕时杀了他。不是你，不是我，只是有些事得罪了，是你的道侣毕怀一，我怀疑他要搜他的魂。我知道他和小峰的事儿，我欠他很多。顾峰主，可否饶他一命？他是不会害小峰的。这次对不住了，就当我欠你个人情。皮影峰主峰地牢，惊魂未定的毕怀一迎来很直接的搜魂。若是换个人，在之前少不得一番酷刑。顾天养收回手指，似在消化刚刚看到的信息。放心吧，我有分寸的很，他没有痴呆，只是从今往后无法修炼了，脑子偶尔会出一点小问题。那还要多谢顾峰主手下留情了。顾天养忽地忍不住大笑了起来。顾峰主还要嘲笑老朽吗？你若知道我在他记忆里看到了什么，你就会恨我没把他弄死。你知不知道他想下毒害你，而且还是就在这几天？确实不知啊。查到凤儿的死因了吗？没有，世事不必多想。你上了年纪，
先好好歇息吧。宗主可是还期待着你再为宗门培养出一批新生代皮师呢。走吧。毕怀一碰到老者衣服后，一把紧紧攥住。石作温温柔地笑了笑，然后牵着他缓缓离开了这阴森黝黑的地牢。那你到底为什么不把衣钵传给风儿？风儿一死，受益最大的就是你。你是躲过了几日后的一劫啊！你有什么秘密呢？等你老一点，我少不得也给你来个搜魂，让我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阿杂的老东西！次日解毒丹药被送到了宋妍手上，然后与汪素素一同去拜见现在的南竹峰峰主石作翁。但到了门前，汪素素进去了，宋妍却被拦住了。送什么来着？不记得了，不重要。我听过你的事儿，你听石师的课却分神，石师还未原谅你，等他原谅你了，你再进门吧。空气一时有些僵，而就在这时，门外忽地传来个弟子声音：“石师召集大家。”石师见人全了，开始亲自教导画皮术。画皮须有神，唯有洞悉神象，才可落至成经。老夫且给你们演示，看仔细了。他抓起画笔，这一刻，他仿似从垂垂老矣的小老头变得充满了力量。老夫此来南竹峰，正是因此间满是我皮影峰新生血液，但终究也需要定个长幼尊卑了。择日不如撞日，便今日定下。说罢，除却那些皮影峰主峰来的弟子外，南竹峰的弟子每人都发到了一份纸。双头狼是你们画的最多的，今日便以此画定尊卑，一个时辰，画优者为最长。命题落下，众人纷纷垂手，竭尽全力地绘了起来。宋妍想了想自己5年前的实力，再稍稍提了1-2分。汪素素来问，也只说没画好。之前蓝门弟子冷笑着看着他，而不一会儿功夫，那评定就出来了。此为最佳。不可能，不可能！可旋即却深吸一口气，主动跑过去，低头喊着：“宋师兄！”宋妍点点头，之前的小梁子算是接过了。不远处石狮端详着宋妍，好似在回忆什么。我记起来了，你不就是那日在玲珑谷不认真听课的弟子吗？弟子知错。罢了，现在门中正是用人之时，你须得尽心竭力，早日成为皮师。是。来，给你介绍几个师兄弟。大师兄文殊，二师姐金允田，三师兄也是我的义子石鹏，这是老夫这几年收的，之前的都去煞地了。你呀，是有点天赋的，今后与师兄师姐们多亲近亲近吧。宋妍再回到洞府后，一只乌鸦从阴影里飞了出来。不认得我啦？老师，重画一张双头狼。宋妍笑了笑，在之前显露的基础上又提了几分实力。没想到那日居然被老师看出来了。重画。宋妍转眼又画完，这次他继续提了几分。这就是弟子的全部实力了。再画。宋妍想了想，又小心翼翼的再提了1分。没想到在老师面前，我居然能超常发挥，这真的是我能画出来的吗？哎，老头子半只脚已经踏入棺材了，你就不能让我开心一下吗？宋妍略作沉默，提笔一勾，半只狼目跃然纸上，恍如那茫茫雪林中真正的妖兽眼睛。别画了，别画了，老夫已经懂了。这一刻他已明白，衣钵没有传错，这小子精彩绝艳，又懂藏拙，实是继承衣钵的不二人选。今后所能达到的高度，也必然在我之上啊。随后乌鸦继续交代起来，文殊、金允田在门中都有背景，老夫如此安排，也是想让你有些背景，免得日后在门中被人欺负。至于石鹏，他是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的，命是我给的，我收为义子，另有他用，你不必和他交好。是，老师。你这洞府也太冷清了，明日带削减版玄气引导术去制皮杂役房传功，顺便带个炉鼎回来吧。那炉鼎用完了就去挑新的，你不先挑，别人都不许挑。宋妍愣了愣，风水轮流转呀，我这是要变成胡作非为加强版的张氏
师兄了。可很快他又有些烦恼，顾汝峰的尸体还是被找到了，那位姘头师娘好像有些疯疯癫癫，这显然是被搜魂了。看来那位顾峰主着实是宠溺顾汝峰，还是得抓紧变强才行。次日宋岩才走出洞府，就看见5个强壮的弟子围在门前。男人昨天对着少年冷嘲热讽，今天又带4个彪形大汉堵在他门口。少年刚要一巴掌呼过去，不料下一秒竟全部跪在他的面前。宋师兄，师兄，什么事？今后我们制皮的贡献点上交3成给师兄。说着话的时候，他露出肉疼之色。陆海一路师弟，对吧？对，师兄知道我名字啊。给1成便好，多谢师兄。多谢师兄，师兄如此仁义，竟只收1成，实在是让陆某佩服。陆某今天就把狠话撂在这儿，今后我就是师兄的一条狗，谁惹师兄，谁就得先问过我。俺也是。啊！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当年我也就是分一些贡献点给张师兄，可这群人却更加卷了，溜须拍马，欺软怕硬，毫无底线，看起来也算是魔门传统了。大家都是师兄弟，平日里温和些，真有那劲儿，对外面去不弄自己人。深明大义，宋师兄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回想过往种种，实在惭愧，无地自容。他失去了好好聊天的兴致，宋岩就取了削减版玄气引导术，然后带着汪素素以及陆海一还有一个叫上关键的弟子，一同去制皮房测试了。制皮杂役房与之前没太大改变。你是师兄吗？什么事都不做，要不你来传功？宋师兄，那我去叫那些杂役来。新来的没2次测试过的都来呀。大半天功夫后，测试结束了，成功获得了修炼功法的只有4人。宋岩又按部就班地讲了讲规矩，于是3人便先行离开了。然后他便开始挑炉鼎了。炉鼎是不得不找的，否则无法解释修炼。傍晚时分，他拦在了2女的归途。仙长，无论什么事找我吧，不要伤害我们家小姐。却见这女人脸黝黑，颊侧有颗并不太美观的痣。仙长，有事找我吧。按理说这么丑的丫鬟挡路上，世人都要吼一句滚开，丑东西。行，就你了，跟我走吧。之前一直沉默不言的小姐忽地站出来了。婉儿，你随我多年，今日不能让你替我，我自己来，我随你走。算了。2女面面相觑，却又都暗暗舒了口气，然后迅速回到悬空房中。那人，嘘，小姐辛苦一天了，且让奴婢给你松松肩。入夜血色煞气随山雾弥漫而起，逐渐充斥了崖间的巨大空间，又淹没了崖顶的悬空房。之前小姐打扮的女子一反白日之态。娘娘，魏王没说你逃离，只说你卧病在榻，在后宫养病。魏王，他不是，他不配。白日丫鬟打扮的女子如今洗去脸上尘埃，抹去那毛痣，却是娇俏无比。他变了。他年少有为，驻守疆场，反攻大晋，可他却当街杀了曹世彦，然后卑躬屈膝当了人奸，欺瞒北地百姓，为妖魔圈养活人。我跑本也是想警示家族，可却天意弄人，居然被傀儡宗抓来了这里。没关系的，娘娘，我已经打探清楚了，因为战乱，山下方士的出入口防范不严，若是你我趁着白日下山采买，然后趁夜悄悄跑山，那还是有希望的。2女在深夜小心交谈，却并未意识到不远处有一道身影正放开感知，默默倾听。至于这娘娘身份，她也已明白了。前阵南王世子，后面的大将军，如今魏王的发妻，亦是当今大魏皇后伏尸荣。白日里她假扮丑陋丫鬟，而她那护卫则是假扮小姐。2人试图以此避开一些灾祸。多尾龙脖食人狐，扒了狐狸皮制成皮影，想来会给自己的百象魔身添加几分力量吧。天还未亮，伏尸荣就换上了简单的丑装，然后低眉垂首，随着小姐走出了悬空房，却猛然看到了昨天傍晚那拦路男人的身影。仙长，你们俩都跟我走。仙长，若有什么事，我随您去便可。环儿，你帮我把今日的那份皮影也做完，莫要误了正事，还不快去？我说了，一起来。高处汪素素嘻嘻笑着，稀奇了，还有人不愿意跟着走的。不过也对，宋师兄那脸呀，实在是平平无奇。若是陆师弟，你做什么？陆海一正拿着本子飞快记录，上面写着汪素素说宋师兄丑。对宋师兄放尊重点，别在背后说坏话。你真是那天拦着宋师兄的人吗？不是，不是。那天的陆某已经死了，现在的陆某是新生的陆某。把纸撕了，否则闹起来呀，看是我和宋师兄关系亲，还是你？来呀！上官师弟也来了，拿来吧你！
另一边一番无力的闹腾后，浮世荣和女护卫还是无奈的随着宋妍走了。来到洞府，两女虽武功不凡，尤其是浮世荣，却还是未曾逃脱魔爪。宋妍直接取了痴心粉给两女下。狗贼！浮世荣怒斥一声，双指并如财刀往宋妍脖间刺去，可女护卫才攻到一半，就已软软的缩回了手，一股奇异的意念在她心里撞荡。丫鬟刚刚还用命去守护的皇后，可下一秒就一掌打在她的后背上，接着又是一拳重重的抡在她脸上。做完这些，更是双目汪汪的看向对面小伙，渴望着尽快能得到宠幸。之所以这样，只因上级小伙给他喂了痴心粉。不得不说，这位大魏皇后的意志真的是我平生仅见。浮世荣咬着牙，强忍着心底的痒意，修士制作的痴心粉终究压过了他作为凡人的意志。皇后以及丫鬟也坦白了身份，浮世荣乃是大魏皇后不假，其还是浮世门阀的重要人物。你想从四方逃是逃不了的，外面峡谷蛇道漫长，有煞气，有暗哨，在外还有晋朝军队。倒是感谢宋郎相救了。我想了解多尾龙伯食人狐的事，北地到底怎么了？哼，娘娘，宋郎对我们其实已经很好了，就告诉他吧。他意志薄弱，又是心腹吃心粉，这会的功夫已经彻底沦陷了，总是禁不住去想和宋妍欢好。纵有伏红棉帮腔，皇后却还是拒绝了透露半点信息。狗子，你停下！狗子，许久骤雨消停，天下人皆以为如今还在皇都的皇后娘娘，此时正瘫软在此间。狗子，宋妍还挺佩服她的，这是唯一一个能在财富吃心粉之后，还能让自己强烈意志凌驾在修士力量之上的。狗贼！你说说你为什么要被抓住？你若不被抓住，也不会陷入现在的局势。时也，命也，落在你手上，我也无话可说。你在制皮杂役房，我若不带你走，你觉得自己能活下来吗？狗贼！次日早，因为宋妍曾经随意说了一句还挺怀念凡间避祸时那米饭的味道，汪素素就直接领着她昨天挑的高大英俊小奶狗来送粮了。小奶狗把大米往里送，走路之间脚步虚浮，神色恍惚。看来昨天被炸得不轻呀。师妹，咱们不必如此。你呀，多谢师妹送的大米了。师兄喜欢就好。伏红棉取了大米，煮了些粥，可皇后娘娘凝视着那米却不吃。我知道的东西，你们傀儡宗的宗主、峰主必然都知道。你想用这些信息去邀功，那是白费功夫了。谁说我要去邀功了？那你想干什么？你虽是宗门弟子，但说白了，也不过是宗门的最底层。你比我强，又奴役了我，但我的眼界、心性却不是你能比的。宋妍忍不住笑了起来。你笑什么？笑我凤落浅滩被虾蟹，却偏生不识时务，看不清形势。行，娘娘说的对。那多尾龙伯食人狐到底是怎么回事？北地又发生了什么？现在究竟是怎么一个情况？看着宋妍对他的嘲讽并不在意。我收回之前的话，你的心性没那么差，可你纵然知道大事，又能做什么呢？赞扬的声音到末了又变成了嘲讽，显然看不上这魔门的小魔崽子。能提前逃啊？呸！哼，那你最好现在就逃，往南逃，逃得远远的，隐姓埋名，躲到比南吴更南的荒野里去当个野人。为什么呢？因为胡大奶奶要治很多人，而你们修士这糅杂了玄气的血肉，对她才是大补。胡大奶奶为什么要吃很多人？吃点别的不好吗？因为胡大奶奶要生崽啊，她要生很多的崽。人类女人诞下娃娃都需要坐月子进补，更何况无时无刻不在诞崽的胡大奶奶。无时无刻不在诞崽，竟有如此离谱？就是如此啊。胡大奶奶每隔几天就要诞一次崽。那为什么胡大奶奶要诞这么多崽？我不知道啊，但我知道那些崽很快就要吃东西。最初呢，还只是鸡鸭鹅、猪牛羊，但慢慢的就会变成人。人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美味。当一只虎崽子能吃人的时候，也意味着他们觉醒了血脉中的天赋。什么天赋？幻术。你没见过，无法相信那血脉幻术的恐怖。一个小小的虎崽子，甚至能用幻术骗过你们修士。也许那只是弱小的修士。那是我福家的大修士，已入炼玄8层，他前脚才走，后面就有人被吃掉了。那只是个才诞生没多久的虎崽子呀，多么可怕的妖魔！那曹正敬还真是挺识时务的。他是个卑鄙小人，我看错他了。他密遣心腹，当街杀死了2皇子。他故作善举，令各地设粥铺米堂，以使百姓不愿离城。又宣城外危险，从而封锁各城。续北地苍生为猪狗，只为供那胡大奶奶口舌之欲，不当人子，无耻人间。多尾是什么意思？尾巴越多越厉害。胡大奶奶有3条尾巴，最多9条。不知道，因为就只来了一个胡大奶奶，没有对比。龙伯是什么意思？我隐约听说那是一种神秘的特殊血脉。胡大奶奶有多大？没你大。宋妍陷入了沉默。
皇后主仆真没捞错，这些隐秘信息让我明白了山海妖国的恐怖。三国在对方眼里可能就是个弹丸之地，也就是魏王作死，提醒对方这里还有个大食堂，紧赶着让他来吃饭。既然虎崽子那么多，又极善幻术，他们有没有可能？哼，所以你可以开始逃了。可在听了福皇后的信息后，他心底陡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激动和期盼。多尾龙脖食人狐的虎崽子，想来做成皮影应该可以吧？他开始蹲点，隔三差五便在夜里往杂役房跑一趟。圆圆躲在星雾中的树影中，放开感知，时间一晃又是小半个月过去。盛过春是一名血气方刚的男杂役，也是2个多月前在玄气引导术中汲取功法成功的杂役。阿花和之前的秋莲月一样，都是希望能够通过准弟子而离开这个鬼地方的。此时正是换班的时候，盛过春一把将他拉入怀中，阿花也不反抗，他虚弱的坐着。紧接着盛过春的眼睛惊恐的瞪着，只见毛茸茸的尖嘴狐狸对着他尖叫，从胸腔升腾，但还未发出就吱一下没了气儿。狐狸一扭头，迅速咬在了他脖子上。余阳享受着这美食，心里想着等到白天了悄悄离去，过几天再他偷偷吃掉个落单杂役，然后变成杂役模样混回来，继续着这样的生活。就在这时，感到脖子陡然一紧，没有丝毫间断，清脆的骨碎声响起，狐狸头一歪，软软倒下，瞳孔犹存恐惧。宋妍提着狐狸3两下纵落，就去到了不远处的树林，先是抬手搜魂，又是开始了剥皮。凌晨时分，两女并未醒来，因为宋妍在出门前贴心的让他们闻了长睡清风。她取出刮刀，开始了制皮，然后又取了画稿。宋妍抬手抖了抖制好的皮影，然后双手做镜相状，对着皮影缓缓拜了拜。他将2个月大的狐狸精的皮整个扒掉，接着做成一个高大的狐狸皮影，然后双手做镜相状，对着皮影缓缓拜了拜，然后一手按着皮影，一手抬起，对着黑暗的虚空轻轻招了起来。这就是画皮招魂术中的招魂。随着原主残魂入体，宋妍左手指尖射出一缕玄气连接过去，但宋妍的右手并未停止，一皮一魂就已颇有危险。一皮多魂，那简直就是逼皮影暴动。又一道凝实的鬼魂出现在了皮影之上，他收起制好的品阶无限接近高级妖兽的激魂一尾狐妖皮，然后长舒了口气。宋妍微微闭目，回忆着之前搜魂所得。这食人狐妖的记忆很简单，出生就被饥饿感支配，脑海中永远回荡着一道温柔妩媚的声音：吃啊吃，快快长大强大，再回到妈妈身边来。宋妍忍不住想到了一个形容：外来物种入侵，生态灾难爆发，若是修士挡不住，高生态位的狐狸们会把原住民的人类全部吃光，然后使得这里成为全是狐妖的妖国。不少狐妖已经闯入了傀儡宗，其中还不乏成熟体。傀儡宗高层应该都知道，但高层为什么什么应对措施都没做？一丝古怪的情绪从宋妍心底油然生出，疲惫感袭来，他搂住福家两女睡了起来。数个时辰后，精神恢复的也很不错，只是一睁眼就看到了皇后娘娘那怒火焚烧的美目。你能不能别这样？福世荣和秋莲月不同，他一定会猜到自己被下了药，偷偷摸摸对自己做偷香窃玉的事。宋妍起身，将固本身丹放在桌上，又摸出本武功册子放在桌上。实在无聊，练一练。福世荣面带嫌弃，本不想去碰那册子，但福红棉却因为好奇而稍稍翻了翻。这一番，小护卫顿时就惊呆了，他目瞪口呆的样子让皇后娘娘也生出了好奇。福世荣也忍不住凑过去看了2眼，这一看就再也挪不开视线了。宋妍出了洞府，不远处就有弟子跑来。宋师兄，封主于封顶授意，让所有达到了炼玄1层的弟子都去。是受什么业？好像是入玄之后的法术，还有一些修行常识之类的。这才像个宗门样子呀！我也不悟常识。入座。陆海义赶紧拿衣袖擦了擦。宋妍盘膝坐上。天地有玄气，修玄之事，首重玄根，积玄气以养身。你们都是踏入了炼玄1层的修士，也是正在经历狐妖之劫的修士。现在有谁说说修玄最重要的是什么吗？小宋，你说说看。弟子认为这重点就在养自身3个字，炼玄便是将这肉体凡胎炼成天地玄体，打破凡人桎梏。说得不错，炼玄就是为了锻造肉体凡胎，打破凡人桎梏。一旦打破，便可寿元翻倍，达到200余岁。话音落下，下面哗然一片，于是一个个问了起来。石师也是一一解答。老师，那炼玄境之后是什么境界？你这问题也太遥远了。罢了，老夫就与你们说说，炼玄境之后乃是降功境。降功境，一气教化龙，祸海腾空入人心。为何入心？不必多问。石师咳嗽了2声，降功境他自己都没达到，自然也没什么好教的。好了，我们现在来说说外物，譬如南无剑门，他们的玄气
就是飞剑。我皮影峰的适合玄器最简单，乃盾和飞刀。至于其余4峰，纸人峰喜重甲，血尸峰用幡，机关峰用锤子，奇毒峰除了炼丹炼毒之外，还需要兼修盾术。峰主，那我们皮影峰的皮影比起纸人、血尸又怎么样呢？谁强谁弱，不看力量，而看人。小宋，从你开始，这2门法术你们入境了的都可以学了。对于这2门法术，他并不打算使用寿元推演，而打算以普通修士的身份和师弟师妹们一起修炼。数日后，宋岩和汪素素等人正在洞府里制皮，那门前忽地多了道身影。师兄，我最近略有所得，师傅他老人家让我来看看各位，若是哪个有不懂的，尽管问。师弟天赋确高，师兄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可没你厉害呢。师兄过誉了。师妹看着便纯，心当也纯，纯洁之人当是最容易感受到神像的。不过也只有体悟过这世间的残酷，如此才能融入笔中，更好地把握神像。怎么才能体悟到这世间的残酷呢？过些日子，师兄打算安排翠雀林狩猎，近距离观摩妖兽，但因为只能尝试，所以第一批只会带2、3人，师妹一起吧。多谢师兄。师兄，我能去吗？你个大男子，为何如此娘娘腔？怎生能画好神像？石鹏好像变成了南竹峰的常客。我听说石师好像有份衣钵秘术，但他择了许久，谁都还没传呢。我也听说过，不过这种事不能强求。也对。汪素素越发讨好石鹏，可宋岩却觉得有些怪怪的。再联想到石师那句他是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的，他的命是我的，你不必和他结交。石师在安排什么呢？怀疑师郎，风儿那事儿我真的不怪你。师郎，我错了。待老夫死了，你的恐惧应该也会好许多了。到时候重新开始生活吧。他看着远处，仿佛已经看到了结局。他教导石鹏的正是百象神域的一部分内容，9分真1分残缺。顾天养是个小肚鸡肠、毫无大局的人，他一定会去找石鹏。顾天养定会搜魂，他搜出了石鹏的记忆，知道了石鹏受了他传承，而他则是在再无人选的情况下，选择了将衣钵传给亲人。如此一波，这事儿就算是结束了。月余后，制皮房新来杂役中的一个美人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男男同居的杂役们纷纷上前，想与其搭档，改善一下住宿环境。那美人似是细细嗅了嗅，择定了一人。这男子便以带那美人外出逛逛为由，走到了制皮房外。然而那美人巧笑倩兮的挑着手指，男子也是鬼迷心窍，屁颠屁颠的尾随在他屁股后面。只见一美女用手不停地抚摸男人的肩膀，男人也在美女怀里难以释怀。没想到下一秒，美女的手竟然变成了动物的爪。然而男人并没有发现异常，还是在享受着快乐。紧接着美女的脑袋也变成了狐狸头，随后正要咬下，但却陡听到那男子笑笑的声音：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人。什么？下一刹他陡然感到那男子抱住了他，好像被2道大铁门给死死夹住。美人瞬间被抱扁了，全身骨骼尽碎，待到落下却是个干瘪了的狐妖。男子摇身一晃，哪里还是男人，分明是个周身有着奇怪隆起的怪异巨狐。之后一阵轻吐，2道皮影从这怪物口中飞出，显出2只畸形一尾灰狐皮影的模样，然后又被随手划入了储物空间。怪物也旋即变回了一个相貌平平无奇的男子模样。这不是宋岩又是谁？他今天也是运气好。远远看到一批新杂役，又看到新杂役中一名女子因为半路小姐，结果那女人被狐妖掉了包，所以他刚巧可以试一试自己的百象魔身。于是他吞下了2只变异过的狐妖皮，就额外继承了那2只狐妖的部分力量和法术。他在另一个狐妖面前试了试狐妖引以为豪的幻术，结果那狐妖居然真的被骗到了。此时熟门熟路的剥皮，然后迅速的回到洞府。福家2女正在练武，福红棉似是遇到了难处。别问他，他能知道什么？怎么练得这么认真？宋郎，这上面的武功真的很厉害，很厉害。你不学武，你不明白，这对于我们来说算是很大的机缘了。说的好像你们还能离开这里似的。要你管？宋郎，我们都知道你是好人，否则我和娘娘哪会被采捕这许久，还有如此多的精力修炼武功呢？你看人不准。皮影峰主峰上，顾天养面色阴晴不定，其脑海里还回荡着那女人的哭诉。